公子，你方才说瑞亲王即刻班师回朝，那方才的队伍是返京的。大哥，咱们车队跟在瑞亲王返京的队伍后面，安全不用发愁。夏夏，就不知瑞亲王会不会派兵驱赶咱们？大哥，伸手不打笑脸人，待咱们出城后，你追上瑞亲王返京的队伍，提一下咱们来自梅花城，还给他们镇北军送过药材。与此同时，姬慎轻装快马，乔装打扮回到府中，得知林立夏等人已经返程，二话不说就带人去追。韩雪城门口，林立夏满脸的不解：二哥，你将我拉到这儿已经站了快1炷香了，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爽快些？夏夏，这次回去，大哥若考中秀才，是不是就该说亲了？二哥，咱大哥要说亲，你搁这儿脸红个什么劲儿？夏夏，二哥有件事儿想让你帮忙。娶媳妇免谈，你年岁不够，等你年满18岁再说。夏夏，不举，想先定亲。二哥，你看上谁了？你如此焦急，莫不是女方比你的年岁大，等不及？我比他大半岁。说，你如此急切，该不会是学林小雪先斩后奏了吧？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没有三媒六聘，二哥绝对不敢越雷池一步，二哥舍不得让他委屈。那就好。二哥，那姑娘是谁？人家知道你如此焦急吗？是清幽姑娘。妈呀，他二哥这个野山猪还拱到了一颗高山白菜。二哥，我没听错吧？是清幽姐姐，她怎么看得上你这个憨货？夏夏，二哥真的有那么差吗？这要看跟谁比。林立夏上下打量他二哥一番。二哥，你长得不差，走臭狗屎运混了个百夫长，在咱们村很拿得出手，但是跟人家清幽姐姐比，你着实属于高攀人家。林立夏满脸狐疑。二哥，想让我帮你，你得把你们之间的事儿全盘托出，省得他二哥剃头挑子一头热，他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呐。清幽会做暗器，会研制毒药，能挣钱能自保，性子清冷又潇洒，咋看咋觉得他二哥配不上人家。夏夏，二哥不是迷路了吗？林立春满脸兴奋地诉说着他与清幽发生的点点滴滴。清幽与青梅竹马的师兄感情受挫，拉他二哥做挡箭牌，然后对他二哥有了几分亏欠。二哥不是迷路了吗？林立春满脸兴奋地诉说着他与清幽发生的点点滴滴。清幽与青梅竹马的师兄感情受挫，拉他二哥做挡箭牌，然后对他二哥有了几分亏欠。二哥，你有多喜欢清幽？假如他变成咱二婶那样，对你哪儿都看不上，你又当如何做？一听这话，林立春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二叔被二婶挠成花脸猫的样子。他不停摇头，脸上露出了惊恐既不能接受的表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清幽不会变成那样的泼妇的。二哥，以你对咱爷咱奶的了解，他们若是知晓二婶是泼妇，你觉得他们会同意这门亲事吗？肯定不会同意啊。夏夏，你想跟二哥说，二婶是因为觉得二叔配不上他，才会如此嫌弃二叔。二哥，二婶会成为怨妇和泼妇，是日积月累的不满堆积出来的。倒不是说咱二叔不好，而是二婶心目中对于伴侣的期待一定有一个更高的标准。相信二婶在选择二叔的时候，她期待的是二叔能够达到她心目中的标准，而不是当年议亲时二叔的状况。成亲后，二叔一直达不到她心目中的标准，她就开始埋怨、牢骚、不满，以至于成为现在的怨妇二婶。夏夏，你都快把二哥绕晕了，你说具体一些。二哥，等你的成就让清幽姐姐很满意，就算你以后止步于此，她也不会心生不满，那你们两个人就可以议亲了。换言之，就是当前的你虽然小有成就，但是与清幽姐姐相比，你还差人家一大截呢。清幽与他师兄的事多多少少有点赌气的成分在，这件事他不能让他二哥操之过急，酿下苦果。二哥，你好好想想。他本想说服妹妹，让妹妹说服奶奶和老爹，为他跟清幽先把亲事给定下来。结果妹妹这一盆冷水直接将他浇了个透心凉。难受归难受，却也明白妹妹的这番话句句说在要害之上。夏夏，二哥该怎么办？二哥，你有时候很不靠谱，但胜在能听进去劝，再加上咱家今非昔比，银钱上很宽裕，以你的资质好好的努力一番，成为文武双全的好男人指日可待。夏夏，你给二哥定的要求太高了。高吗？二哥，那你与清幽的事就此作罢。以你现在的条件，咱们10里8乡的村花随便娶。那不行，夏夏，二哥读书头疼，想睡觉。我教你个办法，每当你看不进去书时，你就想想清幽另嫁旁人的场景，保证你精神抖擞，浑身有劲儿。难道这就是化悲愤为力量？夏夏，二哥学，二哥读，二哥要多久才能文武双全呢？二哥，
这要看你有多想娶清幽姐姐，你越想就越努力，越努力就越能拉短你们之间的距离。二哥，清幽姐姐已经年满16岁，她最多还能再等你2年，等到她年满18还未嫁人，她承受的压力可就很大了。2年就想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好男人，这实在是太难了吧？娶村花不难，你可以不必为难自己。二哥，你别沮丧，等我回到梅花城，我给你列个书单，再派人给你送一部分书过来。还是夏夏带二哥好，这次二哥一定会努力读书的。二哥，你又不是给我读书，是你想娶清幽姐姐，又不是我想娶，你努不努力关我什么事？夏夏，二哥将回军营，二哥与清幽的事儿，你先不要急着跟大哥说。知道了。夏夏，立春与你说什么？神神秘秘的，还不让我知道。哦，二哥说他要默默的努力，成为文武双全的好男人，赶超大哥你这个只会读书的。林立夏一本认真道：大哥，我看二哥这回是认真的，你再不努力就被二哥比下去了。林立东一脸的不喜，很怀疑他妹妹是在用激将法让他努力。夏夏，天冷，吹这么久的冷风，赶紧上车内暖和暖和。大哥，你不着急？林立夏一脸的疑惑。你不怕被二哥赶超？林立东看向林立夏身后。夏夏，你看陆公子怎么来了？大哥，你别想转移我的注意力。林立夏拉着林立东的衣袖，笑得是一脸灿烂。你快说，你也要成为文武双全的好男人。夏夏，大哥现在练武晚了。林立东一脸无奈的笑着，看向林立夏身后那个越走越近的人道：你不信，你问陆公子。只见一男子披着一件白狐狸毛的长披风，牵着一匹毛色纯白的战马，踏着白雪缓缓走来，妥妥的一张古装美男图呀，就是这美男的眸光深幽的好似锁定猎物的雄狮一般。陆将军，你怎么来了？我要返京，正好顺路。瑞亲王给你放假了？看见对方点头，林立夏想起了他之前的盘算。陆将军，劳烦你帮个忙。何事？我们想跟在瑞亲王返京的队伍后面，本来准备让我大哥去跟对方交涉，你来了，我大哥正好省事。姬慎眼底闪过一丝笑意，正好与他盘算的一致。这不难，你们快些跟上。说完，骑上马刚要走，就被林立夏给喊住。陆将军，你的腿伤刚好，不宜长途跋涉吹冷风，坐马车能避免旧伤位置疼痛。好，夏夏，你有没有觉得陆公子有些奇怪呀？不奇怪啊，陆定坤看妹妹的眼神一直都图谋不轨。不至于，人家是京城的贵公子，将来可是要上公主的。人家看我的眼神热切些，许是把我当成财神爷了。当财神爷？怎么？难道你们2个人在怀疑我赚钱的能力？没有。林立夏掀开车帘，看着外面美如一张壁画的天然景致，美真的很美，但冷也真的很冷。林立夏，你们可以跟在瑞亲王返京的队伍后面，他定会保你们平安返回梅花城的。陆将军，你没马车吗？林立夏看着他头上的冰碴子，都觉得外边冷得让人心寒。有，马车行得慢，等晚点才能追上来。姬慎一边说话一边搓手，是真的冷到了极致。陆将军，那你去我大哥的马车里挤一挤，顺便……啊切！姬慎背过身，打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喷嚏，打断了林立夏要说的话。他一脸的尴尬，失礼了。那你先上来暖暖身子吧。坐在了没有铺兔毛长毯的那一侧，速度快的好似演练过一样。陆姬慎是真的不客气，看来是冻坏了。喏，喝点姜茶驱寒。姬慎一手握着手炉，一手端着姜茶，暖得心底热乎乎的。林立夏，我刚才上马车的时候，腿上的位置刺痛了一下。这段时间没艾灸吧？没有，一直忙着处理虎啸国求和的事项，抽不开身。你坐在炉前烤火，等一会儿我给你按揉一下穴位。好。陆将军，今日我们在寒雪城遇见瑞亲王的车驾了。哦，陆将军，瑞亲王的身后有个很厉害的谋士吧？为何这样说？我发现瑞亲王很会造势，今天有好几个书生打扮的人混迹在百姓中，专门歌颂瑞亲王的功绩，夸奖瑞亲王的人品，手段很高。哦，你怎么看出来的？姬慎微微挑眉，这徐天行找人的水平不行啊，竟被林立夏一眼就看破了。那个书生太刻意了，他都不想想，以他的身份怎么会知晓这么严密的消息？不过城中的百姓很淳朴，照单全收，满街的百姓呼呼啦啦的跪了一大地的人，一个个跟吃了兴奋剂一样，狂喊着愿瑞亲王千岁千岁千千岁。那你喊了没有？不过话说回来，书生造势造得有些刻意，但人家瑞亲王凭借着皇子的身份，14岁便上战场保家卫国，确实令人可敬。林立夏，你真心夸。林立夏，我记得你在林家村时，连当今你都骂。没骂他，还夸他，就挺不可思议的。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生活苦闷时2句牢骚话，至于让你挂在嘴边吗？
他怎么会突然生气了？看着对方像个做错事被训斥的孩子一样不出声，林立夏反而有些不好意思。陆金慎，将腿翘在这上面，我给你松缓松缓腿部的穴位。他又摸到了林立夏的一根软肋，他是吃软不吃硬啊。林立夏，你本就是带着你大哥游学，有没有想过干脆跟着瑞亲王的车驾去一趟京城？不去，我将大皇子的小舅子得罪得那么惨，我才不会傻到去送人头呢。林立夏，有我护着你们，保你安然无恙。那也不去，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仇家的权势太高了，万一出个意外，我后悔都来不及。他这次回京一定要将卢家这颗钉子给拔了，免得让林立夏瞻前顾后，不敢带他大哥进京。若我大哥考中秀才，我年后带他去南西城看看。林立夏，你不是不待见你堂家，去南西城做甚？我去南西城与林小雪有什么关系？难不成林小雪在南西城？宫行泰被贬去南西城了。你怎知宫行泰被贬？莫非他求你了？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们两人，所以宫行泰送来你写给林小雪的回信，我就动用了一些关系，将他们贬去了南西城，省得他们去烦你。他可真是恬不知耻，他想将宫行泰贬官就贬官，关他什么事？凭什么一副为他好的样子？他求过他吗？想让他欠人情，没门儿。陆将军，咱们丑话说到前头，对于宫行泰和林小雪，我向来是避而远之，他们就算是想给我找事儿，也别想在我手中讨到便宜，所以我是不会为这样的两个人欠你半分人情。你动用关系将宫行泰那样厚颜无耻的人贬去南西城做父母官，与我没有半分关系，我也不承担这个因果。陆将军，我困了，想歇息，麻烦你下车去我大哥的马车上避一避风雪。听见林立夏冰冷的逐客令，看着林立夏紧闭的双眸，姬慎气得直磨牙，未有人敢这样驱赶他。林立夏真不知好歹，谁稀罕在他马车上避风雪？姬慎的心口堵得难受，一甩身后的披风，潇洒地从马车上跳了下去。马车行得再快些。车轮扬起的飞雪正好朝他脸的方向飞来，他身子一转，避开了溅过来的飞雪。一转身，林立夏的马车就行出了很远，一点也不在意他是不是在寒风飞雪天受冻。营中赶着一辆马车停在了姬慎跟前。主子，天冷，你上马车暖暖身子，怎么才来？姬慎不悦地皱眉，缓步上了马车。马车内一侧铺着白狐狸毛毯子，一侧摆放着暖炉，马车角落的小桌上还备着茶水和点心。明明他的马车比林立夏的马车更奢华，他却怎么都不满意。营中，车子赶得再快一些，与班师会朝的队伍同行。营中怀疑自己是听差了，他家主子眼巴巴的赶来，不就是想与林姑娘并行一路返程吗？主子，你不与林姑娘同行，公事要紧。每一个字中都带着怨气，他家主子怕是与林姑娘吵架了，正斗气呢。以他这段时间受罚的经验来看，主子对林姑娘上心着呢。眼下生气的时候，说出去的话都是在气头上，做不得真。他要是赶车太快，真追上了大队伍，他家主子见不到林姑娘，等会儿肯定是气上加气呀。主子，路太窄，我加快速度就会撞上林姑娘的马车，真要将林姑娘撞成个好歹，你敢？营中憋着笑，庆幸他亏吃多了，跟徐天行讨教了几招。属下不敢，属下紧跟在林姑娘的马车后，一定会保持均匀的车速，绝不敢撞上林姑娘。聒噪！营中，怎么回事？不知道啊，就是那天主子被林姑娘赶下马车后，两人就一直这样。人家林姑娘跟没事人一样，有说有笑，吃吃喝喝的，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咱家主子就压抑着怒火，表面上装着不在意，这背地里时刻关注着人家林姑娘一举一动，怒火全撒在我们几个身上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看我的，林姑娘，大老远就闻见你锅里煮着的汤很香，在下嘴馋了。大哥，你给徐公子盛一碗。真香啊。林姑娘，你与我家主子怎么了？林姑娘借一步说话。林姑娘，我家主子这几天憋着一口气，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还偶尔的吹冷风。我听营中说，看见主子揉过好几回腿，我怕他腿上复发，砸你家老爷子的招牌。他疯了！一个行军打仗的将军，自己的腿有多重要他不知道。林姑娘有所不知啊，我家主子出身高贵，向来他给别人气受，甚少有人敢给他气受。谁给他气受了？我又没说什么过分的话，他至于吗？赶主子下车还不过分？林姑娘，那你为何突然赶主子下马车呀？你是不是不满意宫行泰的处理结果？徐公子，你家主子平时看着挺精明的，关键时刻怎么会犯傻？为何要动用自己的人脉将宫行泰贬到南西城做县令？宫行泰他配吗？最可气的是，你家主子还说省得宫行泰去烦我，打着一副为我好的样子。怎么，他还想让我欠他一个人情？我求他没有？宫行泰对结发妻子背信弃义，人品那样差，留他在朝堂中自生自灭就好。他升官也好，被贬也好，都是朝堂决定。你家主子倒好，贴上自己的人脉，将宫行泰弄到南西城，
万一宫刑太成了鱼肉百姓的大贪官，这份因果算谁的？林姑娘，南西城紧挨着凤鸣国，酷暑难耐，又动荡不断，并非是个好去处。当初主子接到宫刑太送来的信，并不想理会他，但架不住他拿着你的书信，说你已经原谅了宫家的所作所为。他胡说，宫家想杀我全家，我怎么可能原谅他们？我只是接受他们的精神赔偿费而已。是不该原谅，主子时刻记得欠下你们林家的救命之恩，怕宫刑太得不到回应，又去骚扰你们林家。正好无痕跟主子建议，说南西城县令死于动荡，将宫刑太派去南西城，省得烦你。主子觉得这个提议挺好的，最终将宫刑太贬到了南西城，是当今瑞亲王做出的决定。林姑娘，你若觉得瑞亲王这个安排不妥，可以让我家主子……不用，既是瑞亲王的决策，那便是朝堂的决策。宫刑太是清官还是贪官，这份因果属于瑞亲王。林姑娘说的是，林姑娘，我家主子从军很早，又不善言辞，如今我真怕他把自己给气坏了。他气性真大。林立夏说到一半，一只雪白的幼狐从雪地里探出脑袋，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他，悄悄挪动2步，见他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又悄悄挪了2步。雪白幼狐蠢萌的模样吸走了林立夏所有的注意力。这时，靠着极佳耳力的姬慎听完林立夏与徐天行的对话后，有些按耐不住性子。他顺着林立夏的视线，看看地上雪白的幼狐，转身拿来了一根鸡腿，走到林立夏身旁，将手上的鸡腿扔给了雪白的幼狐。幼狐闻见肉香，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看姬慎，看看林立夏，又看看徐天行，确认几人没有危险，才抱着鸡腿开始啃。雪白的幼狐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口鸡腿肉，顿时眼睛里闪烁着满足和兴奋的光芒，小模样很惹人怜爱。林立夏忍不住蹲下身子，见林立夏蹲在幼狐跟前，闪烁着漆黑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幼狐啃鸡腿，姬慎的心中升起了一个念头。林立夏，白狐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它们非常的聪明，拥有很强的感知能力。这只幼狐它喜欢你。听见主子蹩脚的说辞，徐天行忍不住笑起来。主子，到底是你喜欢林立夏，还是幼狐喜欢林立夏？姬慎蹲在林立夏的旁边，悄悄地靠近幼狐。幼狐抬头看了他一眼，继续埋头吃鸡腿。林立夏，大雪封山，这只幼狐找不到食物，可能挨不了几日就会成为其他猛兽的食物，你要不要将它带走？听见这话，林立夏对幼狐心生几分怜惜。幼狐与2个月猫崽子大小差不多，目测也就2斤左右，真要是遇见猛虎，这只幼狐还不够塞牙缝呢。你这么小就独自出来找吃的，是不是父母遇难了？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幼狐吃完鸡腿，伸出了粉红色的小舌头，轻轻舔舐着小爪子，好似在回味鸡腿的美味。林立夏将手轻轻地抚在幼狐头上，幼狐扬起头，圆溜溜的大眼睛看了林立夏一眼，转身避开他的手。幼狐发出清脆悦耳的叫声后，将毛茸茸的脑袋伸到了姬慎的手下，摇着尾巴讨好的蹭了蹭。林立夏有种满腔热情被辜负的挫败感，他悠悠地看着一脸惊讶的陆姬慎。陆姬慎，你骗人，他明明更喜欢你。看看林立夏幽怨的控诉，再看看自家主子手足无措的模样，徐天行再也憋不住笑，赶紧转身就走，生怕晚一点笑出声来被主子给责罚了。姬慎一脸的无措，抱起地上的幼狐，赶紧想说辞找补一下。林立夏，他讨好我是因为我手上有鸡腿的味道，不信你拿这个鸡腿试试。小白团子，你吃我拿来的鸡肉，你可要跟我走哟。他会跟你走的。姬慎暗暗看着幼狐，这个小东西若不知好歹，他就打晕他，再送给林立夏。陆姬慎，这个小东西能长多大？长大后会不会扑人？陆姬慎，你途经梅花城的时候，顺道把你的老虎带走吧。它长大了喜欢扑人。林立夏，你不喜欢白狐扑人，我给你送个擅长养狐的驯兽师来调教它。那倒不用。陆姬慎，我那天没转过弯，让你下马车的口吻冷了些，但我也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你至于赌气这么多天吗？姬慎神情僵住，这林立夏怎么还倒打一耙？明明就是他态度不好，怎么还指责起他来？从未有人那样干过我。赶紧去吃饭，吃完饭等会儿上来，我看一下你腿伤恢复的如何了。好。看热闹的徐天行摇了摇头，心道就他家主子这不值钱的笑，完全是被林立夏给拿捏了呀。林立夏，我走之前老虎还不扑人，后来为什么喜欢扑人呢？姬慎追上林立夏的脚步，想跟林立夏多说几句话。我不知道，你见到他自己问。带着这个疑虑，姬慎回到了梅花城自己的小院，刚站稳身子，老虎就迫不及待地朝他扑来。姬慎揉揉老虎毛茸茸的大脑袋，
这才发现老虎比他离开的时候长大了不少。看来林夏喂得很尽心呐，将你养的毛发增亮，膘肥体壮的。饿了，要吃肉，对不对？别急，我去隔壁给你拿。他刚转过身，还没走到面馆，就看见林立夏拎了一桶肉骨头走过来。林立夏放下桶，老虎十分熟练地用爪子将桶掀翻，舀起了一根肉骨头，咬的是嘎嘣嘎嘣的响。像这样的桶，我小姑说她一天要吃5、6桶。哦，鸡肾憋着笑，这会儿他算是看明白了，林立夏是来找他要老虎的伙食费呢。陆鸡肾，亲兄弟明算账，咱们合伙人也不例外。你的老虎这么能吃，还仆人伤到过我的客人，我连同伙食费、饲养费、赔偿费，跟你要500两银子，不过分吧？不过分，很合理。陆鸡，这块黑鹰卫的令牌要你500两银子，合理不？合理合理。林夏，于墨被大皇兄的人废了，你若看得中他，我把他送来给你当护院。废了还怎么当护院？林立夏满脸的震惊，怀疑对方糊弄他。鸡肾脸色一红，不是武功废了，而是他非完整男人了。阉了呀！于墨为什么被阉？是因为令牌丢失吗？听见林立夏如此直白的话，鸡肾愣了一会儿。林立夏怎么不知羞耻呢？不止，他奉命追杀我不成，办事不力。我不要他，你有空帮我还他20两银子，我与他恩怨两清。好，林夏，当初我写那些话本子，你一并开个价给我。陆鸡肾，这个有点不好开价。你这个话本子写的还不错，如果打开市场销售，能给我赚多少银钱，还真是不好估算。你只管开价，林夏，只要你敢开口，我就敢给。陆鸡肾该不会在暗戳戳的威胁他吧？林立夏抓住话本子的手一顿，认真的打量着对方的神情。陆鸡肾，你认真的啊？林夏，算上紫金膏，你2次令我避开残废的命运。林夏，凡我所有，你想要，必于你。陆鸡肾，你暗中助我二哥的事，我记在心底。一口价，我只要你这套小院。鸡肾神情僵住，他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林立夏只要他这套小院。这套小院承载他在梅花城很多快乐的时光，他也想留下这套小院，怎么办？林夏，我给你5000两银票，你重新置办一套小院。这套小院我想自己留下。为什么？天行找的风水先生说，这套小院旺我，可以让我前程似锦，达成所愿。旺你？陆鸡肾，咱们先说好啊，我可没有狮子大张口，是你非要给我5000两银票的。是我失信于你。他方才那句凡我所有，你想要必于你，说的太草率了。是我愿意用5000两银票补偿你的。林夏，你还可以向我提一个要求。真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呀，没救了。林夏，5000两银票你不满意，那我回京让人再给你送一项金手指来。还送金手指？陆鸡肾，我给你个建议，以后凡是要谈判的，你让徐天行上。似你这般谈判方式，难怪你要4采银矿，你采10座金矿也兜不住你这样败家。陆鸡肾懵了，怎么回事？林立夏嫌弃了败家？莫不是林立夏以为他对谁都如此大方？林夏，我罢了，金手指就算了。他与陆鸡肾谈判，就好似大学生欺负小学生一样，没意思的很。5000两银票呢，我也不要了。话本子看在合作关系的份上，我免费赠与你。你若过意不去，以后多关照我二哥几分。想到这儿，鸡肾的心中泛起了阵阵涟漪，恨不得把他私库全都搬出来给林立夏。林夏，不差银票，你先拿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陆鸡肾，我只收老虎的伙食费和令牌的费用，一共1000两银票，剩余的银票你拿着。说完，仓皇而逃。回到了自家面馆，林立夏紧张地拍拍心口，这地主家的傻儿子太可怕了。夏，你猜大哥这次考得怎样？林立夏扶额，又傻一个。就他大哥这欢喜的模样，是个傻子也能看出是考中了呀。爹，你考中没？夏，无妨。爹这次运气不佳，考场病倒，能捡回一条命已是极为幸运的事。听见女儿连借口都给他找好了，林文耀满脸的愧疚。夏，爹看到罗网消息，已经在努力温书了，争取明年春天考中秀才。爹不必太辛苦，您的身体要紧。您以后呀，就跟女儿做一个富甲天下的奸商也不错。读书的事让大哥去努力。爹，夏说的对，您身子要紧，光宗耀祖的事儿有我和立春呢。爹，我的傻二哥走狗屎运，已经混成了百夫长，据说是从7品的官。从7品的官？夏，你大哥和你二叔考上秀才的事儿，你爷爷已经在村里办过一回流水席了。你二哥是从7品官的事儿，要不要在村里再办一回流水席啊？林立夏抓到了一个关键信息。爹，我二叔也考中秀才啦。爹，我在韩雪城曾托人给你送信，你没收到？没有啊，有什么要紧事没？没有，本来想提前跟你说一声我二哥的消息。夏，你二哥成为从7品官的流水席办不办呢？大哥，咱爹给二哥办一次流水席，你会不会羡慕不舒服？怎么会？
李春的战功是拿命拼出来的，文官与武官的风险不一样。爹，你听见大哥怎么说的没？二哥拿命拼出来的军功，流水席不但要办，还要办得很好，让来吃席的自家人都吃得开心。好，爹这就去置办。陆将军，我明日要在村里办升官宴，庆祝我家立春当上了从七品的百户长，不知道您有没有空呢？有空，那我去备点贺礼。不用，若非陆将军照拂啊，我家立春肯定没有这个命的。您应该做上座。陆将军，您能不能联络一下云将军？他也是我家立春的贵人呐。若非他教立春武功，爹，别说了，爹，人家陆将军和云将军都要随瑞亲王班师回朝的，哪有时间去咱们村里吃流水席？有空。林家伯父，班师回朝的队伍走得很慢，我们吃席后骑快马追，不耽误事的。你别后悔哦，吃席那天，我们村、我们家所有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会来。姬慎满脸疑惑，不懂林立夏为何不想让他去实习。有什么关系啊？明天呀，你自然知晓。说完，他转身进屋，将刚得来的银票放到了金手指的钱匣子里。林家伯父，林立夏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啊？陆将军莫怕，夏方才的意思是说，村里人见到陆将军这样年轻有为的人，喜欢给你做媒。做媒？姬慎想起林家2个姑姑初次见他时的热切，顿时觉得明天吃席是一场挑战呢。林家伯父，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一下。陆将军，明日吃席你来不来？来，肯定来。姬慎答得很是爽快，回到自己的小院就召集人紧急议事。议事主题就是他明天去林家村吃席时，如何避开给他牵媒拉线的七大姑八大姨。哎，看见没？吴婶戴着金首饰，全都是实心的。那可不，他家立夏那么会赚钱，还能买空心不成？这吴婶啊，牙缝里省银子多年，可算是熬出头了。这次子和长孙都考中了秀才，这次孙还成了从七品的百户长呢。你是不是漏算了孙女儿啊？我听说呀，林家这么大的家业，可全是人家立夏挣来的。许桃花穿着一袭正红色的新衣裳，像一只忙碌的老蝴蝶一样穿梭在人群中进进出出，惹得不少村民羡慕不已。哎，是呀，吴婶家的儿子孙子都有出息，这孙女也很有出息，一个这么会赚钱，一个有本事嫁到京城。要我说呀，嫁到京城的林小雪不算，她一个人嫁去京城享清福，吴婶金武书可没沾她半分光，听说还差点连累娘家人被灭门呢。哎，听你这么说，我也觉得立夏比小雪强。人家立夏还没出嫁，就给娘家置办下这么大的家业，强个屁！人立夏再厉害，迟早有一天要嫁人，就她那凶悍的样子，以后谁敢娶？凑热闹的众人看到陈菊花这副急眼的模样，顿时个个找个理由散开。哎呦，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周婶翻了个白眼，转身避开陈菊花的方向。向来与周婶爱拌嘴的刘婶也很认同这句话。对，恼羞成怒的人呀，这发起疯来耽误吃席。陈菊花满眼怨毒地瞪着许桃花，2个老东西藏着掖着一辈子，非要分家才露真本事。他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老二媳妇儿，今天是我家立春成为从七品百户长的流水席，你敢闹幺蛾子，别怪我今天不给你娘家人面子。陈菊花咬紧牙，怒视着许桃花，心中气得牙痒痒。老东西，去年跟他说话的时候还不敢这么硬气，今年下半年发家后就越发嚣张的不知天高地厚，怎么不去死呢？老二媳妇儿，我家老二已经考中了秀才，村里谁不羡慕你这个秀才娘子？你还有什么不满的？看着许桃花手腕上明晃晃的金镯子，陈菊花嫉妒的要发狂。他谋算了一辈子，吃糠咽菜这么多年，连个空心的金镯子都没有，凭什么这个死老太婆有一身实心的金首饰？这老太婆若有个意外，这场流水席就办不成了吧？娘，你看我这个秀才娘子连一件像样的金首饰都没有，把你这个金镯子借我戴戴。陈菊花的目的很明确，抢许桃花的金手镯是假，在抢夺的过程中令许桃花摔跤才是真。哎呀娘，你别那么小气嘛，你借我撑撑门面又戴不坏。老儿媳妇，你做什么？吴婶儿，这金手镯要戴不坏，你就让你儿媳妇试试呗。吴嫂，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呐，戴这些呀都是累赘，要是我有这些呀，肯定都送了儿媳妇戴。对呀，吴婶儿，你就给儿媳妇戴戴呗，省得拉扯过程中摔倒了就得不偿失了。听见许桃花惊恐的声音，林立夏赶紧从屋里出来，正好看见陈菊花满眼怨毒，对老太太伸出罪恶的双手。他瞬间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想也没想，对陈菊花就按下了手腕上的桃影追魂。却因2人距离太远，他
桃影追魂擦着陈菊花的衣服，就插在了身后的门上。就在林立夏满眼担忧中，一只半大的黄狗狂叫2声，一跃咬在了陈菊花的手上。死狗，你快松开我！再不松开我，我打死你！陈菊花是又打又踹，黄狗就是不松口，紧紧地咬着陈菊花的手，护住的样子看得林立夏满眼赞赏。小黄干得好，等会儿给你加肉骨头。二叔，二婶刚才想将我奶奶推倒，你胡说，我就是想见娘的金镯子戴戴。老二，他差点将娘推倒，娘年纪大了，这一跤摔下去，肯定是吃不上孙子的升官宴呢。娘，是儿子不孝，今日立春的升官宴重要，我先将他送回娘家，等今日过后再议。好，还是我儿顾全大局。林菊花，你敢在这个场合叫骂，就别怪我这个时候当众休息。窝囊废林文辉才考中秀才，就敢跟他耀武扬威。想到这儿，陈菊花用膝盖猛地撞了林文辉一下，林文辉被这猛地一撞，撞得松开手几分。陈菊花张嘴狠狠地咬在了林文辉的手背上，疼得林文辉面目狰狞，不停跳脚。看见这一幕的林小满涨得满脸通红，上前拉住陈菊花的胳膊，咬牙切齿道：娘，你不要脸面，我们几个还要脸面呢。凭什么？明明他被恶狗咬了，他的夫君不关心他，他儿子也不关心他，一个个都跑来指责他，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娘，你再这样，我们以后几个就没脸在林家村待了。不待就不待，林家村有什么好的？人家升官宴有你什么事儿？走。留下黑脸的林文辉追也不是，喊也不是。奶奶，您说句公道话，我二叔对我二婶有我爹对我娘那样好吗？夏夏，不能这样比，你娘与你二婶啊，本就是2种不同性子的人。你娘初到林家时啊，性子很冷淡，却从不会出口伤人。就拿落榜这件事来说，你爹比你二叔落榜的次数更多，你娘却从未对你爹说过丧气话。你爹待你娘啊是越来越好，而你二婶呢，却是各种嫌弃不满，渐渐的也浇灭了你二叔对她的热情。这时间久了，你二婶啊，一边羡慕你爹对你娘的好，一边又暗恨你二叔待她不如你爹对你娘好。夏夏，她都不动脑子想一想，这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呢。他们的姻缘，光你二叔一人热是不长久的。哎，他们刚成婚的时候，你二叔对你二婶的好，不亚于最初你爹对你娘的好。你二婶1年没怀上孩子，我也没说过她一句不是。许桃花想起了二儿子这些年受的委屈，就忍不住的后悔抹泪。看着老太太哭得伤心，林立夏拿了个帕子给老太太擦擦眼泪。奶奶，听你这样说，当初你给我二叔做媒的时候，我二叔也是看上我二婶的。看上的？陈家村啊，就在咱村隔壁。你二婶未出嫁时，名声是相当的不错，与她大嫂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她大嫂呀，每逢见到人都夸自家的小姑子贤惠能干，夸她性格好，夸她会操持家务。总之，像你二婶那样能够得到亲大嫂夸奖的姑娘啊，咱们方圆10里找不出第2个。听到这儿，林立夏觉得这个套路很是熟悉，这不就是造势吗？奶奶，你就因为二婶得到她大嫂的夸奖，就给我二叔提亲？提亲前呢，我让你二叔去他们家借镰刀，你二叔看过很满意，我才托媒人去提亲的。借镰刀？林立夏满眼震惊，古人能用借镰刀相会，也不是完全的盲婚盲嫁呀。奶奶，听你这么一说，我二叔二婶婚前都见过，两人也都同意这门亲事，过成这样，怨他们自己，不怨你和我爷爷。你们少为他们2个人的错误自责。夏夏，儿女都是债，儿女过得不好，做父母的有几个人不自责？许桃花说完，看了一眼旁边吃糖的杨武明和杨武亮，你小姑多亏有你相助，如今带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也舒心。不像你二叔，4个孩子跟他都不亲，他老了指望谁呀？奶奶，我二叔已经考上秀才了，只要他接着考下去，将来考中举人，考中进士，未尝不可。唉，考再好都不如枕边人贴心过得舒坦呢。奶奶，那我大哥的亲事，你打算让他借镰刀还是去借书？夏夏，自从咱家发家后，就有不少人上门提及你大哥的亲事，奶奶一概用考秀才推脱出去。前段时间你大哥考中秀才，来说亲的人啊就更多了，奶奶又用等你大哥回来推脱出去。今日呀，奶奶故意带着这一身招摇的金手。夏夏，不能这样比，你娘与你二婶啊，本就是2种不同性子的人。你娘初到林家时啊，性子很冷淡，却从不会出口伤人。
就拿落榜这件事来说，你爹比你二叔落榜的次数更多，你娘却从未对你爹说过丧气话。你爹待你娘啊是越来越好，而你二婶呢却是各种嫌弃不满，渐渐的也浇灭了你二叔对她的热情。这时间久了，你二婶啊一边羡慕你爹对你娘的好，一边又暗恨你二叔待他不如你爹对你娘好。想想他都不动脑子想一想，这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呢。他们的姻缘光你二叔一人热是不长久的。他们刚成婚的时候，你二叔对你二婶的好不亚于最初你爹对你娘的好。你二婶1年没怀上孩子，我也没说过她一句不是。许桃花想起了二儿子这些年受的委屈，就忍不住的后悔抹泪。看着老太太哭得伤心，黎立夏拿了个帕子给老太太擦擦眼泪。奶奶，听你这样说，当初你给我二叔做媒的时候，我二叔也是看上我二婶的。看上的？陈家村啊就在咱村隔壁，你二婶未出嫁时名声是相当的不错，与她大嫂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她大嫂呀每逢见到人都夸自家的小姑子贤惠能干，夸她性格好，夸她会操持家务。总之像你二婶那样能够得到亲大嫂夸奖的姑娘啊，咱们方圆10里找不出第二个。听到这儿，黎立夏觉得这个套路很是熟悉，这不就是造势吗？奶奶，你就因为二婶得到她大嫂的夸奖，就给我二叔提亲？提亲前呢，我让你二叔去他们家借镰刀，你二叔看过很满意，我才托媒人去提亲的。借镰刀？黎立夏满眼震惊，古人能用借镰刀相会，也不是完全的盲婚盲嫁呀。奶奶，听你这么一说，我二叔二婶婚前都见过，两人也都同意这门亲事，过成这样怨他们自己，不怨你和我爷爷。你们少为他们2个人的错误自责。夏夏，儿女都是债，儿女过得不好，做父母的有几个人不自责？许桃花说完，看了一眼旁边吃糖的杨武明和杨武亮，你小姑多亏有你相助，如今带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也舒心。不像你二叔，4个孩子跟他都不亲，他老了指望谁呀？奶奶，我二叔已经考上秀才了，只要他接着考下去，将来考中举人，考中进士，未尝不可。考再好都不如枕边人贴心过得舒坦呢。奶奶，那我大哥的亲事，你打算让他借镰刀还是去借书？夏夏，有人想破坏你二哥的升官宴，奶奶呀偏不让他们如意。奶奶，刚才说酸话鼓弄二婶的人你还记得不？列个名单，年后不让他们在咱们的作坊干活。那倒不必，不让他们来作坊干活，断了他们赚钱的门路，容易生出别的事端。他们想说酸话就说吧，奶奶呀全当他们在羡慕和嫉妒，不在意。见老太太如此想得开，黎立夏转念一想，觉得挺有道理。老太太此时的心情，这不就应了网上那句最喜欢看你讨厌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立夏姐姐，我爹来找过我娘。什么时候？就是半个月前，我爹在面馆前跪着说他自己知道错了，求我娘再给他一个机会。你娘怎么说？我娘说狗改不了吃屎，她现在过得挺好，不想见到我爹。林立夏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他小姑还不糊涂。农林国的流水宴一般在下午3、4点左右，也就是晚饭时间。杨武亮慌慌张张的来敲他的门。立夏姐姐，你快出去看看，外面好吓人，好多明晃晃的刀。好多明晃晃的刀。林立夏一脸懵的打开门，这才发现本来闹哄哄的流水宴此刻一片寂静，还在忙碌的人都好似被按下了定格键一样愣在原地，一脸惊恐的看向他家院子外。我去看看。2排带刀护卫，陆基慎一脸严肃，披着一件红狐狸毛的长披风，颇有派头的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云无痕、骆子素、徐天行、影中等人。一行俊俏少年郎愣是在他家门口走出了红毯的架势，1个、2个，一边10个，一共20个护卫，用20个带刀护卫开路，陆基慎真是大手笔呀。敢问陆将军，你是来吃席呢，还是来抄家？听见林立夏这开场白，基慎足足愣了一瞬，不知道该如何接话。还是一旁的徐天行反应快，林姑娘，恭喜恭喜啊！我们特意来参加你兄长的升官宴，顺道再让林家老爷子给我主子看看腿伤。至于这些护卫，是为了保护我家主子安全，只要大家不靠近我家主子太近，就可以安然无恙。真是个人才。林立夏竖起了拇指，他万万没想到陆基慎为了躲避7大姑8大姨，带来了2排带刀护卫保驾护航。爹，陆将军他们是要坐在上位的宾客，
在咱们家的堂屋摆一桌，我和大哥亲自招待他们。至于他带来的护卫，就在堂屋的门外支2桌，招待好他们。林家堂屋的大桌子，主位坐着姬慎，左边坐着林立东、林立夏、骆子素、云无痕，右边坐着徐天行、影中。看着还空一个位置，徐天行一个眼神让影中挪个位置，看着夹在2个人中间的林立东。立东，我新得到一本手札，你过来咱们探讨一二。一听这话，林立东想也没想就挪到了徐天行旁边的位置上。门外，林文香姗姗来迟，想跟林立夏说说话，刚走到堂屋门口，就看见了2桌护卫同时拿起刀，吓得掉头就跑。这一幕看得林立夏憋笑不已。陆基慎，你这招厉害。林立夏，你大姑没死心？死心什么？林立夏一时有点懵，跟不上陆基慎的思路。结亲的事儿。好，那个呀，他早就打消了。自从我跟大姑说近亲结亲容易生出傻子和残废，我大姑派人去打听了一番，恰好有几个傻子与我说的都对上。那他刚才来寻你有什么事儿？不知道。林立夏是有点怕他这个爱做媒的大姑。立夏，你出来一下，大姑有事儿找你。立夏，你快出来一下，大姑真的有很急的事儿找你。我出去看看。看见林立夏走出去，姬慎迟疑了一瞬，连忙抬脚追了上去。姬慎这一追，外边被训练过的护卫个个拿刀齐刷刷的站成一排，将列文香吓得打了个冷战。立夏，他们这是做什么？文香，你找立夏什么事？娘，我又不会吃了立夏，你能让我跟立夏单独说几句话不？不行，你别为难夏夏。娘，立夏能帮文雅出气，能接纳文雅一家人，轮到我这儿帮点小忙怎么就不行了？大姑，去我屋内说。看见姑侄2人朝林立夏的屋内走，姬慎迟疑了一下，干脆站在林立夏的窗外等着。林立夏则听见了外边的脚步声，知晓陆基慎喜欢听墙角的毛病又犯了，也懒得与他计较。大姑，到底什么事儿？立夏，你表姐呀到了适婚的年龄，现在一直都没有看中合适的人选，能不能让她进城跟你住一段时间？大姑，你看中与我家交好的几位贵公子，想让我给表姐创造机会？对，立夏，都是一家人，你一定要帮你表姐。大姑，这个忙我不能帮。为什么？你带刀给你小姑出气的荒唐事儿都做了，就不能帮你表姐？不能，2件事情的意义不一样。让我给表姐找个活干行，帮她创造条件攀高枝绝对不行。大姑，今天做堂屋的那些人都是世家贵公子，目前都有官职在身，咱们这样的人家做正妻够不上，做妾，你忘记林小雪的前车之鉴了吗？既然都像你说的那么厉害，那他们为什么要来咱家吃流水宴？立夏，你那一大桌子老爷们儿，讲究起来你一个姑娘也不该上桌，反正你那桌还有一个空位，你就让你表姐坐你边上陪着，成不成呀？全看她的造化。林文香的这番话很是有道理，林立夏也知道，他若顾及名声，就该与几人分开坐。不过一边是没有边界感的七大姑八大姨，一边是能落个清闲的熟人，他自然是选择后者了。至于名声嘛，他当初游学的时候也没少与几个人席地而坐用餐，加上他经过山匪的事，他小姑的事，朱元杰的事，他的凶悍早就声名远扬，也不怕多这一桩。立夏，就一顿饭的事儿，大姑，这事儿我做不了主，等我先去问问屋内的几位将军。行，大姑看见那位陆将军就在外边。立夏，你朝我这边挪个位置，让他坐你旁边。林立夏一愣，这陆基慎哪根筋没接对，竟要他表姐跟着一起坐。等等，他挨着陆基慎坐，他表姐挨着他坐，这旁边就是骆子素呀。好一个阴险的陆基慎，竟想把他表姐推给他便宜义兄，那怎么行？2个人的身份相差悬殊，让亲表姐给义兄做妾，这算什么糟心事？哎呀，立夏，你看人家陆将军都同意了，就让你安宁姐呀陪着你。安宁，照顾好妹妹。立夏，走，进屋吧。温安宁跟在林立夏的身后进屋，看见满屋子都是外男，紧张的同手同脚，连耳朵尖都是红的。安宁姐，别怕，你挨着我坐，挨着我大哥坐，咱们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见林立夏如愿以偿的坐在他身边，姬慎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林姑娘，我们这次返京路上还得走一段时间，能否把你做的素食面给我们备一些？可以啊，正好我小姑前段时间又积攒了一批，还没来得及卖呢，都让你们带走。那可真是太好了呀！你的面馆开得如此好，有没有兴趣在京城也开一家分店？店铺我可以帮你选。徐天行这番话正好说在了姬慎的心坎上，他眼底洋溢着笑，一脸期待地看着林立夏。可转念一想，京城还有他得罪过的卢宣伟，顿时垮脸。妹妹，你想去京城只管去，哥哥这次考中秀才，正好跟吴痕一起回京过春节。
有哥哥在，卢宣伟就是想找麻烦也得先找哥哥。陆傻子，咱们先说好啊，你跟我回京可以，但是你不许再招惹卢宣伟。卢家就这一个嫡子，被你一脚踢飞之后，做梦都想弄死你呢。我怕他，他敢来我弄死他。陆傻子，谁给你的错觉？卢宣伟会一个跟头栽2次。还有，陆傻子，你父亲和你大哥知晓你这次回京要惹事的话，我估计啊，他们连夜会派人把你送回梅花城的。岳无憾，就你张嘴了。子素哥哥，你们这个时候出发，快马加鞭也赶不上除夕夜吧？妹妹，哥哥也在琢磨，是在梅花城过完除夕再出发，还是现在出发，元宵节能团圆。子素哥哥，你肯定是跟着云将军走更安全，而且过节热闹最重要。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过节，氛围到位，应该也很有趣。妹妹，要不你带着大哥一起，咱们去京城游学，我带着你去见见我祖父。骆子素这个提议不错。姬慎是头一次觉得骆子素还是蛮顺眼的。林姑娘，其实你去京城开面馆不一定亲力亲为，我可以帮你推荐很靠谱的做饭婆子。不行，我人手不够。陛下，我可以。你们游学这段时间，我在店里帮小姨做过几天，无论是炒料还是擀面条，我都会。陛下，我从小就给家里干活，我做事也很麻利勤快的。安妮姐姐，我知道。安妮姐姐，你不嫁人了？陛下，我给你开面馆，你是不是带我像小姨一样，管吃管喝还管住，还给买新衣裳，还有月钱？那是自然。陛下，小姨给你干活不挨打不受气，还没有人搓磨她。小姨说，遇不见合适的人，与其让小慧在婆家受气，还不如给你开面馆。陛下，我也怕嫁人，不如给你开面馆好。安宁姐姐，大姑和大姑父能同意吗？不同意。陛下，我爹只想要50两聘金。50两聘金？在梅花城，像温安宁这样的姑娘，就算是卖给大户人家做丫鬟，撑死了20两到头。陛下，一开始我爹定下的是20两聘金，后来他见小雪都值50两，就……他疯了。大姑呢？他不管？我娘不想和离，她说像小姨那般闹，我大哥将来不好说亲。林立夏嗤笑，所以大姑为了儿子舍弃你这个女儿？也不算。立夏，娘说你有本事，让你给我谋个去处，肯定比被我爹指给旁人靠谱。夏夏，我去找咱爹，让爹去找大姑父。有什么用？大姑不出头，咱们名不正言不顺。毕竟安宁姐她姓温，是温家的姑娘。那只能给大姑父50两。这是解决问题最简单、最有效且最快的方式。安宁姐，你怎么想？立夏，小姨跟我说，你给她的月俸加年底分红，一年差不多有25两。你能不能先借我50两，然后从我月俸中抵扣？不行，难道你想2年后再被卖一次？妹妹，要不让他……不行，把钱赶紧收起来。好男人谁纳气？妹妹，我没说纳气。他就算再荒唐，也不会让义妹的表姐给他当妾呀。我想说，让他把卖身契给我，我给他50两银票，等他到京城，我就让他恢复自由之身。这个主意不错。子素哥哥，对不起啊，我错怪你了。你这个办法真好，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什么人情不人情的，能帮妹妹的忙就好。姬慎凉凉地看了骆子素一眼，脑海里反复琢磨林立夏那一句好男人谁纳妾。妹妹，那他怎么安排？哥哥带他回京，还是将他留在青阳城？京城我还不能去，年后我去青阳城开面馆。立夏，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干活。这时已经开始上菜，酒塞一打开，一阵酒香四溢，屋内几个人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夏夏，还有酒吗？给爹那一桌的同窗也拿2瓶尝尝。泡好的药酒没有了，还剩下一些提纯的高度酒，给你们一坛，这个度数很高，你兑点水再喝。好，夏夏，能不能给二叔一坛？可以啊。像这二叔在陈菊花那儿受了很大的委屈，林立夏也不好下二叔的面子。文辉，这么好的酒，兑水就没味了。不让他兑水的人叫姚世峰，是陈菊花大嫂姚时幸的弟弟，平时对林文辉也颇看不上。自从林文辉考中秀才后，才对林文辉的态度好了几分。姚兄，我侄女说这个酒度数很高，直接喝很容易醉酒的。我酒量好着呢。这酒够味，我喜欢。再给我来一碗。姚兄，这个酒容易醉，我姚世峰长这么大从未醉过。姚师傅，这是人家林文辉侄儿的升官宴，你节制点。他林文辉算个屁。姚师傅，你不就是个账房先生吗？有什么好显摆的？我文辉哥还管着一家作坊呢。算个屁，他就是个扶不上墙的窝囊废。你说谁窝囊废呢？喝点猫尿你就胡咧咧。他就是窝囊废，他无后，他断嗣，他迟早是绝户。林兄啊，姚兄他喝多了，他妒忌你，故意在这瞎说呢。对呀，林兄，大家都知晓你膝下有2儿2女，你怎么绝户啊？狗屁！
他就是绝户。那几个孩子都不是他，不是他的。姚师傅，你胡说！我打死你个酒疯子！说着，砰的一拳打在了姚世峰的脸上。我没胡说，花儿没嫁给你之前就已经是我的女人，是你抢了我的女人。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陈菊花的大哥陈茂林上前一把捂住姚世峰的嘴，赶紧给林文辉赔个不是。文辉呀，你别听他瞎说，他这个人有个坏毛病，喝点酒就管不住嘴，整日里胡咧咧。松开他，让他说。林文辉抓起地上的一个酒坛子，哐当一下砸在地上，顿时吃席的众人好似被人按下了暂停键一样。听见外边酒坛子的声音，林立夏赶紧朝外跑，看见他二叔铁青着一张脸，好似天要塌一样。他一脸懵地看向一旁的林继昌。继昌说：“发生何事？”立夏，他说你二叔的孩子是他的，还说你二叔是绝户。哎呦，没有。陆将军，帮个忙，借2个护卫给我用用。随便用。姬慎拧紧眉头，站在林立夏身旁。很快，他带来的护卫齐刷刷地拿着刀朝这边涌来。林立夏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林文辉。二叔，你想当众审，还是带他们去屋内审？我要当众审。立夏，我想要个真相。护卫大哥们，帮忙把这个老头拉走，堵上嘴。话音刚落，2个带刀的护卫立刻将陈茂林给拉走。已经醉酒的陈世峰离开了陈茂林的支撑，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坐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傻笑着。林立夏转身拿来给驴拌料的棍子，递给了林文辉。二叔，揍他，狠狠地揍他，揍到他求饶为止。好。林文辉抡起棍子，使出吃奶的力气朝姚世峰的身上打，将姚世峰打的是撕心裂肺。姚世峰，你敢当众误我的名声，当众造谣说孩子不是我的，我今天非打死你！姚世峰踉跄着站起来，捂着身上被打的地方，恼羞成怒地指着林文辉骂：“你就是个窝囊废！4个孩子没有一个是你的，不信你让大家看看4个孩子，哪个长得像你？你就算是考中秀才，考中举人，你还是个绝后的窝囊废！”听见姚世峰说4个孩子没一个像自己的，林文辉的心揪作一团，紧紧地盯着姚世峰看越心如死灰。看见二叔心如死灰的模样，林立夏一边端详姚世峰的长相，一边回想林小雪姐弟4人还有陈菊花的长相，越想越愤怒。难怪陈菊花与他大嫂关系好，这给他大嫂弟弟生下了4个孩子呀。难怪陈菊花常年将孩子丢到自己娘家上私塾，也不见娘家人嫌弃。感情这陈家人都是明白人啊，陈家太可恶了，陈菊花太恶心了，让他二叔做这么多年冤大头，还整日骂他二叔窝囊废，世上怎会有如此无耻的人？一想到原书的剧情，林家这一大家子炮灰为一个野种当妾而团灭，他心中的怒火就犹如火山爆发一样。文辉呀，天塌下来有爹娘在，你千万要挺住啊！我的儿啊，这太欺负人了！爹娘，我现在就喊大家抄家伙，咱们去陈家村算账去。听见自家老爹要带村里人去陈家村打群架，林立夏连忙拦住：“爹，村里人不会武功，容易受伤，咱们跟陆将军借人。”立夏，我们不怕受伤。村里人异口同声，满脸愤怒地看着被按住的陈茂林。我们林家村的人绝不许他们陈家村这样的作践。对，陈菊花这个不要脸的荡妇，她太欺负人了，绝不让她好过。对，他们陈家的女儿不知羞耻，做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情，应该把她进猪笼。林家本该热闹的升官宴，却因一坛烈酒解开了隐藏多年的秘密。爹，不能让大家打群架，万一误伤死人，会成为你二叔以及大哥履历中的污点。看着林立夏满脸凝重的模样，林文辉逐渐缓过神，赶紧站起身道：“诸位静一静，你们听我说，这件事我亲自处理，请大家放下武器，切莫因为此事造成恶劣的后果，影响咱们林家村的声誉。这村里的人，我们不可能看你受屈辱置之不理的。对呀，这样的事儿换到任何一个男人身上都受不了的。”看着大家还很激动，林立夏将酒坛子摔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巨响。趁着大家冷静的间隙，他提高音量道：“各位爷爷、叔叔、伯伯、哥哥们，仇咱们肯定要报，但不能这样去报，这样伤敌1000，自损800，还断咱们林家村好儿郎前程的报仇方式，着实不划算。你们放心，有我林立夏在，我绝对不放过给我二叔带来屈辱的人，我定让他们悔不当初。”听见林立夏铿锵有力的声音，愤怒的众人逐渐安静下来，林清泉也逐渐冷静下来。立夏说的对，咱们不能用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报仇。大家应该相信立夏，立夏上次为他小姑出气就做得很好，咱们10里8乡的谁不夸？看见一向凶悍出名的刘婶都站出来维护林立夏，林清泉连忙又道：“对，
立夏这么会赚钱，做事比咱们都周全，咱们应该听立夏安排。见林家村的人不再坚持打群架，林立夏满眼凝重地看向陈茂林，心中有个巨大的疑惑。这陈菊花未出嫁时就与他大嫂的弟弟姚石峰勾搭成奸，可为何要同意嫁给他二叔呢？这其中有什么缘故？为何陈菊花能理直气壮地说林文辉毁了他的人生？对上周围满是仇恨的目光，他紧紧地捂住心口，试图平息疯狂跳动的心脏，恨不得将地上鼻青脸肿昏睡着的姚石峰给扒皮抽筋。陈立正，我问你，17年前陈菊花给予你小舅子已有私情？没有，他喝多了，胡咧咧呢。你糊弄谁呢？见陈茂林想把这件事给搪塞过去，陈立正，事已至此，你小舅子都当众承认了，你还想狡辩？你觉得在场的人都是傻子吗？哼，陈立正，你若想保住自己的命，保住你们陈家村村民的命，保住你几个孩子的命，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不然我将利用一切资源对你们整个陈家村展开疯狂报复。比如说，我可以让整个青阳城地界内无人敢用你们陈家村的人做工，比如说我还可以让青阳城界内所有的书院不敢收你们陈家村的学生，粮铺不敢卖你们陈家村的粮食，布店不敢卖你们陈家村的布料。陈理正，到那时你这个陈家村的理正如何跟这些缺衣少粮又断前程的村民交代？林姑娘，我们陈家村村民是无辜的呀，是在下没有管教好妹妹，我这就回去把她和几个孩子进猪笼，给林家泄愤可好？笑呢？陈菊花为何做出这等不要脸的丑事？林立夏一脚踹在陈茂林的身上，你带路去陈家村。林立夏转身扶起地上两个愤怒又悲痛的老人。爷爷奶奶二叔，事情已经很糟糕了，你们切莫因此气坏了身子，雪上加霜。爷爷，你是咱家的主心骨，你在边境目睹过战场上的血雨腥风，比起生死大事，咱家现在这个坎儿算不上末路。五哥呀，立夏说的对，这算不上什么末路，我陪你去陈家村要个真相，大不了咱们给文辉再娶一房新媳妇儿。对呀，吴叔，文辉如今才考中秀才，离开陈菊花那个泼妇，日子只会越来越好呢。吴婶儿啊，你也振作起来，等这件事儿过了，我给你介绍个温柔乖巧的儿媳妇儿。二叔，咱们去陈家找陈菊花要一个真相。对，要一个真相。文辉，咱们不能就这样便宜他。文辉，你该振作起来呀。是夏夏临危不乱，分析利于弊后，站出来控制住整个场面，不能因为陈菊花做错事，再让孙女背负一个不好的名声。文辉，咱们不能让夏夏一个未出阁的姑娘来处理这件事儿啊！自家女儿又摔酒坛子，又拿刀威胁陈茂林，坐实了凶悍的名声。哎，这以后如何说起呢？夏夏，爹对不住你啊，是爹没用，关键时刻又让你站出来。虱子多了不怕咬，他凶悍的名声早就摘不掉了。爷，现在不是煽情的时候，你和大哥留下来照顾爷爷奶奶，安置好过来吃酒宴的客人。二叔，你也进屋拿件披风，咱们去陈家村讨公道。林文耀着急，夏夏，爹怎好放心让你一个姑娘掺和呀？林家伯父无需担忧，我跟去看看。我们也去看看。这爹，你留下来照顾爷爷奶奶，我跟去看看。立冬啊，万事你出头，切莫让你妹妹什么事都顶在前头，她是个姑娘，以后不好说亲呐。爹怎么跟你娘交代呀？爹，我知晓。听见林文耀这话，机身的脚下一顿，快步的追上林立夏。他嘴角勾起一抹浅笑，凶悍点挺好。主子，您冷不冷？不冷。徐天行暗自拍拍脑袋，他又犯傻了。他主子这会儿心可热了，又怎么会冷呢？主子，你渴不渴？姬慎顿住脚步，回眸看了两人一眼。今日这两人怎会如此聒噪？听见徐天行和云无痕的话，林立夏顿下脚步，满脸愧疚地看着姬慎。陆将军，天寒地冻，不如你先回林家。我同你一起去。姬慎打断了林立夏的话，直指前方陈家村的房屋。前面就到了。那你用暖炉暖暖手。不用，我。姬慎的话都没说完，林立夏直接将暖炉塞到他手中。你先暖，等会儿再给我。看着手上被强塞过来的暖炉，姬慎满眼的不敢置信。林立夏竟要与他共用一个暖炉，这也太亲昵了吧！徐天行瞳孔放大一瞬，他家主子被姑娘宠了。云无痕看看潇洒离去的林立夏背影，再看看快要抑制不住笑意的主子，他快步凑上前，压低声音道：主子，林姑娘真关心你啊。用你说？用什么暖炉啊？姓陆的，
你披这么厚的红狐狸毛披风还怕冷？你是不是肾虚不抗冻？落傻子，你活腻了！他稍有松懈，落傻子就来挑衅主子。主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他就是妒忌你有暖炉，他没有。哎呀，我也不想要啊，他硬塞给我，许是怕我冻坏了。哎呀，好暖啊，好烫啊！听见主子刻意炫耀的声音，看见主子紧追林立夏的背影，徐天行嘴角狠狠地抽了一下。主子气人的做派和后宫争宠的娘娘有过之而无不及呀。骆子素，你呀，没事少惹主子不快，不然我怕你以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也买不到后悔药。落傻子，你管不住嘴，我不带你回京城了，不回就不回，我今年就留在妹妹家过年。无痕，这样惹怒主子风险更大。天强，你帮我跟主子告个假。结果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骆子素小跑追上林立夏，扯着嗓子道：妹妹，哥哥也冷，你让姓陆的把暖炉给哥哥暖暖手。云无痕无语，落傻子，你可真会花样找死呀！还有多久到？前面就是。快点，你家柴房在哪儿？这边就是。林立夏从衣袖中掏出了一个火折子，冷着小脸看向陈茂林：把你的袄子脱下来，我要生火。快脱！袄子一落地，林立夏手中的火折子就扔在袄子上，不一会儿就有火苗窜出来。林立夏顺势拿着旁边的木材朝点燃的袄子上一放，这一变故看得林立东瞠目结舌，想拦又怕耽误事儿。慈素哥哥，你看这个火堆够不够暖？林立东懵了，这夏夏在做什么？为何要点陈家房子给骆子素取暖？够！骆子素满眼欣喜，他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点房子给他取暖。三罗大，你看看，你手中的暖炉可抵得上妹妹给我点房子取暖呢？汉子，落汉子连林立夏在与陈家用攻心计都看不出来，还想跟他比？陈立正，我带来的这些人，个个可以以1敌100，和你们陈家村全力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既然林立夏这样说，那他以后就按以1敌100的标准，严格训练他们。你要不要试试？是个屁呀！林姑娘，我们不敢的。陈立正，我来的用意很简单，我们林家要个真相，咱们做个小游戏吧。你们什么时候将真相说明白，我允许你们什么时候带人救火，以及允许你什么时候穿上袄子。陈立正，也不知道是你扛冻一些呢，还是你家的院子更扛烧一些。疯子，这么老实的林家怎么会养出林立夏这么疯的女儿？你们陈家让我们林家给你们养了这么多年的野种，烧你家一座院子，着实是便宜你们了。夏夏，烧一座房子不够，咱们就把他几兄弟的房子全都给烧了。大哥，这个主意甚好。都怪你，若非你经常接弟弟来家里住，又怎会生出今天的祸事？姚时兴看一眼被打得看不出生死的亲弟弟，也是满腔的怒火都憋不住。事情既然已经败落，他只想把他的弟弟和他的孩子摘出来。林秀才，我家石峰婚前就与陈菊花已经断干净了，是陈菊花嫌弃你没考中秀才，刻意勾引我家石峰。这种事儿，男人怎么能把持得住呢？林秀才，你也是男人，你想想看，一个女人舔着脸脱光衣服朝男人床上爬，换成谁顶得住？林秀才，这俗话说得好，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够了，陈菊花呢？他人呢？我听到这件事儿，就让他带着孩子跑了。好了，就让整个陈家村给他赎罪。陈茂林一听这话，急得额头青筋突起。胡闹，他跑哪儿去了？赶紧去追！人在后山的猪圈里。姚时兴话还没说完，陈茂林便一脸焦急地喊儿子们去后山的猪圈里抓人。你为何不同意陈菊花嫁给你弟弟？他不配，我本就看不上他，再故意给他经营好名声。那你又如何说服他愿意嫁给我二叔？我知道他未必愿意嫁给林文辉，便一边安排我弟弟去梅花城读书，一边刻意在陈菊花面前夸林文辉有才华，夸林家条件比姚家好。说的次数多了，陈菊花果然觉得林家是个好归宿，便同意了林家上门提亲。你太可恶！林文辉，你们婚后也过了半年的恩爱日子，是你自己不争气，没考中秀才。你闭嘴！你那个不要脸的弟弟考中秀才多年，不也止步于此？我二叔的未来大有前程，我能看得出来你爱弟心切，不想让我报复整个姚家村，你最好全盘说出真相。你问陈菊花什么时候勾搭上你那个不要脸的弟弟？林文辉落榜，我弟弟考中秀才，他便回家埋怨我毁了他人生。我被他埋怨的受不了了，便说看错了林文辉，没想到林文辉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于是陈菊花一边嫌弃林文辉毁他人生，一边懊悔他当初在两人间做错了选择。
林立夏冷笑一声，看着姚世兴，来呢？后来我万万没想到，陈菊花会趁着我弟弟农忙帮忙的时候爬上我弟弟的床。等我发现的时候，这陈菊花就说已经怀上了我弟弟的孩子。发生这种事，我只能咬着牙帮他瞒下一切。接着说。我只能尽量不让我弟弟和孩子同时出现在你们林家人面前。好在林小雪越长大，与陈菊花长得越相似，看不出与我弟弟的相似处，反倒是小满、小韩和小鼠的脸上都能找到我弟弟的影子。够了！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过沉重，他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自己的人生信念在崩塌。到最后，他在陈菊花那儿没有落下一分的好。人怎么可以无耻成这样？太欺负人了！林秀才，小雪与我弟弟无半分相似之处，我觉得她或许是你的亲生女儿。如何证明？她与我二叔长得也无半分相似。你弟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口承认孩子都是他的，还想让我二叔当冤大头？说着，林立夏将万念俱灰的林文辉给扶了起来。二叔，人生起起伏伏，有人早年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你不能因为别人的错误而否定你的人生意义。二叔，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见不得儿女受痛苦，你忍心看着他们日夜睡不好觉吗？夏夏，如今真相二叔都已经知道了，剩下的事二叔想自己应对。二叔，这件事儿咱家是受害者，你只管放手处理，就算你把天捅个窟窿，我们也绝不责怪于你，我们只会想办法如何把天给补上。这件事他不是一个人在应对，他还有无条件支持他的爹娘、兄长、侄儿、侄女。二叔，你看陈菊花母子被他大哥堵上嘴，像捆猪一样的压缩来了，任你处置。林文辉接过木棍，一步一步朝陈菊花走过去，每一步都带着毁天灭地的愤怒。不等他开口，抡上手中的棍子，重重地打在他腿上。林文辉每一棍子都挤压着他多年以来的憋屈，一棍比一棍的声响大。陈菊花旁边被捆得结结实实的3个孩子，个个吓得脸色苍白，眼中又惊恐又害怕。他丢下棍子，拎起地上一盆冰得透心凉的水，猛地浇在陈菊花的头上。林文辉，你个窝囊废，你毁了我一生，你还敢打我，我要杀了你！林文辉拿着棍子的另一头向上一翘，强迫陈菊花抬头。荡妇，以你的所作所为，将你们母子都进猪笼，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你睁大眼睛看着你的奸夫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说完，林文辉又从护卫的手中接过一桶冷水，直接浇在醉死过去的姚世峰头上。姚世峰打了个寒战，继续闭着眼昏睡过去。二叔，这样没用，你得给他灌烧水，让他催吐才会醒酒。姓姚的，是让我喊人给你弟弟灌粪水呢，还是你自己提烧水过来给他灌？灌烧水，我来灌。快去！就在众人以为姚世峰会被烧水恶心的想吐时，他竟然咕咚一下咽下烧水，吧唧一下嘴，眼睛都没睁开。来，再喝！哈哈哈哈哈哈！看看姚世兴手中的勺子，一巴掌甩了过去，将姚世兴打得嘴角流血。贱货，敢给我灌烧水！风儿，你惹出大祸了！看着他周围竟是举着刀的护卫，他吓得酒瞬间都醒了过来。你们要做什么？姚世峰，还记不记得你酒后说了什么？林文辉举着木棍，一步一步走到姚世峰的跟前。姚世峰，让我给你们养孽种养了15年，今天这笔债你该还了。说完，林明辉扬起棍子，瞄准姚世峰的裆部，啪的一下，一棍子将姚世峰打得面目狰狞，夹着的腿不停地抖，且哀嚎不断。众人目瞪口呆，云无痕也暗暗吞了吞口水，与骆子素对视一眼，两人同时看向了林立夏。这林家人咋这么爱抱？看我做什么？他不该打？该打。这时姬慎一回头，看见林立夏在搓手，他立刻把暖手炉给递了过去。来，暖暖手。我不冷。林立夏没有接暖手炉，也不好意思说他有点手痒啊。拿着，咱们两人换着用。也行。林立夏捂紧暖手炉，移开视线，继续看林文辉暴打渣男。见林立夏没有拒绝与他共用一个暖手炉，姬慎眼底的笑意是越来越大。一边看戏一边揣摩主子心意的徐天行看见这一幕，忍不住摇摇头。别人都在看热闹，看林文辉暴打奸夫淫妇，唯有主子全程都在偷看林姑娘，也不怕被人看出端倪。唉，真是发愁。林文辉举着棍子静静地看着姚世峰，姚世峰夹着腿，疼得脸上青筋凸起，连话都说不出来，不停地低声哀嚎着。林文辉不确定姚世峰废没废，
就想给对方补一刀。刀借我一用。林家二叔，默认那些阿杂事儿污了林姑娘的眼。你想要她的命，还是想废了她？我让护卫们去处理。还是陆将军考虑的周到，我不要她的命，我要她断了祸根。明白。主子，一言哥。林文辉走到陈菊花跟前，拔掉他嘴里的棍子。林文辉，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下辈子给你做牛做马的赎罪，我求你，我求求你了，放过我的几个孩子吧，他们是无辜的，我不是人，我不要脸，你有气冲着我来，我求你放孩子们一条生路，他们是无辜的，看在他们喊你这么多年爹的份上，我求你啊，放孩子们一条生路吧。我是真的知道错了。陈菊花，17年来，这是你第一次承认错了。陈菊花的神情凝固一瞬，他觉得眼前这个露出讥讽之笑的林文辉好陌生，好可怕，他竟猜不出他的想法。林文辉，我也不想这样的，是姚世峰他强迫，对，就是他强迫了我。我也不想这样的。陈菊花，你能要点脸不？明明是你不知羞耻爬上我家凤儿的床，你反倒倒打一耙。这事儿你要是不愿意，刀都插不进刀鞘，你当在场人是傻子？林文辉，就是姚世峰他强迫我，我也是受害者，孩子们都是无辜的。陈菊花，事到临头，你还想把自己摘干净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2条人命呢。什么2条命？说，我娘难产是不是与你有关？不是我，是陈菊花，是他推倒你娘，残害的你娘一尸2命。为何推倒我娘？他扬起匕首，狠狠插进陈菊花的手上。他胡说，我没有。就是他，陈菊花，我最讨厌你有错误就怪别人的样子。这个女人太可恶。对呀，这等恶妇千刀万剐都不足以泄愤，应该将她和她的野种全部都扔到火堆里，一把火烧了干净。对，烧了她。烧死她太便宜她了，应该将她送官查办，让她游街示众，受万人唾弃后再凌迟处死。二叔，等这件事处理后，咱们离开这儿，你给我做一辈子的工补偿我。夏夏，二叔，你死了，谁给我管作坊？已经没娘了，还要再没一个二叔吗？二叔，我娘要是活着，她肯定会给我备很多的嫁妆，这些你得补偿我。林家二叔，人犯错死最容易，活着为自己赎罪，这才是真正的勇士。林家二叔，蝼蚁尚且偷生，你怎可不惜命？你若以死谢罪，岂不是让林家又添了一桩伤心事？对啊，林家二叔，你就算要死，也得把林姑娘的嫁妆赚够，你才有资格去寻死。夏夏，二叔错了，二叔现在就将他们2人送官查办，为你娘和弟弟讨回公道。林立夏看向陈菊花，他们已经打断了陈菊花的双腿，扎废了陈菊花的双手，还阉割了姚世峰。二叔，该泄愤的咱们已经泄愤，剩下的交给龙鳞国的律法。你闭嘴，你闭嘴！林立夏反手一刀，又扎在了陈菊花另外一只手上，看向一脸怨恨不平的姚时幸。你来说，当年陈菊花慌慌张张的回来，说被你娘撞见他与我弟弟的奸情，他说拉扯间他将快临产的你娘推倒，造成了你娘生你弟弟时难产，一尸2命。林姑娘，他还跟我说，看见你越长越像你娘，他心情就很复杂，他每次在你身上占到上风后，都会回来跟我炫耀，还顺带讽刺你娘2句。自从你娘死后，他的性子是越来越泼辣，一边勾着我弟弟不放手，一边在你二叔面前作威作福，还专门欺负你们林家老实人。可他万万没想到你有天会反抗，不再忍气吞声，更没想到林家会突然发家。他今天在林家吃了大亏，回来还跟我说后悔没趁你小的时候把你弄死。陈菊花，我林家造什么孽，才娶了你这个祸害？夏夏，都怪二叔，怪二叔娶了个祸害，怪二叔有眼无珠，没早些发现他。夏夏，你杀了二叔吧，二叔不想活了。林家二叔，我们帮你将他们送官。有劳诸位，夏夏，你先回家，剩下的二叔办。二叔，我跟你一起去。陆将军，劳烦你将我妹妹送回家。好，天冷，我们先回家。二叔，你还欠我的债不还，敢偷偷去寻死？夏夏，二叔不寻死，二叔对天发誓，不给你置办嫁妆，不看你出嫁，绝不寻死。如有违誓言。好，我相信二叔。
林立夏打断了林文辉的话，然后将暖手炉塞到他二叔手里。天冷，二叔办完事儿早些回来。好。林文辉握着暖手炉，掌心的温热顺着血液逐渐流向他心口，原本冷如寒冰的心一点点被温暖热起来。天行啊，你差事办得不错，回京赏你一座院子。徐天行瞠目结舌，不是吧？他给主子要个林姑娘的暖手炉，主子一高兴就赏他一座宅子。不够。够，多谢主子，属下欣喜若狂，都不知道如何感激主子。天行做什么了？怎么一下子就得到主子赏赐的一座小院？这要抵得上他多少年的俸禄呀？陆吉慎是京城的小院？是。出手真大方。当年他的狗逼老板有陆吉慎一半大方，送一套房子给他，别说陪大客户喝个酒，让他给大客户老婆伺候月子，他都绝无一句怨言呀。林立夏，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送一套京城小院给你做嫁妆。林立夏满眼探究地看着陆吉慎，这陆吉慎在算计他什么？为何总想送东西给他？不要，无功不受禄。我当初捡你回来本就有所图，虽然中间出点岔子，但结局不算坏。他本就是捡陆吉慎做背锅侠的，这小子也替他解决了不少问题。咱们两清。两清？吉慎心底窜起了一股无名之火。林立夏要与他划清关系吗？对，救命之恩两清，以后咱们就是最佳合作关系。吉慎松了一口气，嘴角微微勾起，不是与他划清关系就好。林立夏，如今你们林家发生这等事儿，日后少不了各种流言蜚语，不如随我们一同去京城。不要，我大哥要在户籍所在地考举人。我可以让你们在京城落户，还可以让你大哥进最好的书院。多谢陆将军好意，如今我们家出了这么多事，我爷爷我奶奶肯定受不了，再加上他们年纪大了，不宜沿途奔波，京城真的去不了。林立夏，我可以给你用最豪华的马车，配备最好的车夫。主子，临近除夕，确实不宜奔波。林姑娘，昨夜我家主子收到消息，说韩雪城的作坊出了点岔子，幸好你二哥及时解决。林姑娘，京城乃天子脚下，达官贵人多，赚钱机会多，主子想快些把香皂作坊办起来，怕再出韩雪城的岔子，才想让你进京。韩雪城出什么岔子？信中写的含糊，只说是林家的二公子解决了。林姑娘若想知晓，我写信问问。那倒不必，问题解决就好。那京城作坊的事儿，我们先办。若是出岔子，再让林家大公子去京城。可以，要是遇到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随时派人给我送信。夏夏，就你一个人回来的？你二叔还有你大哥呢？爹，我二叔和我大哥把那两个恶人送关了，晚点才能回来。送关？哦，也是啊，这事儿是在咱家流水宴上闹出来的，想瞒也是瞒不住的。爹，我爷爷奶奶还好吧？哎，气坏了！我带着村里人刚把厂子收拾好，让你大姑小姑陪着他们呢。夏夏，事情怎么样了呀？奶奶，我爷爷呢？让他给我煮点炙甘草汤喝喝。夏夏，你哪儿不舒服啊？爷爷，我气得心口疼，你给我煮点汤药。好，爷爷去煮。夏夏，煮多少合适？手上的都煮了吧？不用这个锅。陆将军，你将火烧好后把木柴拿给我。陆将军，天色不早，你们还要去追瑞亲王他们。不急。班师回朝的队伍会在紫竹城过完除夕才会继续返回京城，我还有些要紧事要处理。哦，懂了。矿的事确实要紧，你们现在去天黑赶不回来。那正好，在林家休息一晚，明早再去也不迟。我家住不下这么多人，你们只能住隔壁的旧棒作坊，比沿途风餐露宿强不少呢。那是自然。我给你们煮个白菜肉片粥。那我给你烧火。人多，2个锅都烧。他从未见过一个姑娘能够在遇到这种大事后还是从容不迫地安排好一切。他认识的林立夏永远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能找出对他以及他家人最好的处理方式，做他的家人可真幸福呀。我在大些，火可以熄灭了。爷爷奶奶，爹，大姑小姑，过来喝粥。听夏夏的，都去喝粥。陆将军，这是旧棒作坊的钥匙，你们早些去安置。好，铁匠，你觉得林立夏对本王是什么态度？以林姑娘这样的性格，她防备心很重，你太急切了，会加重她的防备心。
那本王该如何做？林姑娘还小，林家尚未打算给她婚配，主子不妨徐徐图之，先博得她对你的信任。帮她赚钱？对，主子，林姑娘已经把香皂作坊的秘方毫不保留地交给你，你先用这个方子给她赚很多钱，让她觉得你可信，或许下次就愿意进京了。有道理呀，本王应该帮她赚钱，而不是给她送钱。主子英明，获得林姑娘信任后，主子再送她一座京城的地基，就说是用分红趁便宜买到。这个法子好，如此一来，她便不会再拒绝本王的好意了。正是如此啊！林立东明年考中举人后，肯定要进京考进士。天将，查一查庆阳县内教书严格的先生，林立东明年一定要考中举人。属下明白。做得谨慎些，莫让林立夏看出是咱们安排。这个恶妇，你娘处处让着他，他怎么下得了手的？刀呢？刀在哪儿？我要去杀了他！爹，他那样的烂人不配咱们手染人命。爹，二叔已经将他送官查办，像他这样道德败坏、手染2条人命的人，龙陵国的律法足够他死前受一波折磨。文耀，夏夏说的对，娘心口疼。娘，我去盛药。文耀，爹心口也疼。爹，你喝完药去给我娘上坟，咱们明天去梅花城看陈菊花的下场。好。立夏，大姑就知道找你帮你安宁姐准没错。大姑，你不再考虑一下吗？一旦卖身契签下，安宁姐就与温家没关系了。立夏，你姑父重男轻女，安宁跟着骆公子总比被你姑父许给旁人强。行，安宁姐明日跟我们走。爷爷奶奶，你们想哭就哭出来，但是先说好，等我二叔回来不许再哭。爷爷奶奶，这件事儿你们越是痛苦悲愤，二叔就越难受自责，咱们都得向前看。夏夏说的对，文辉才是这件事情受伤害最大的人。可是我忍不住。爷爷，咱们将作坊交给清泉爷爷和三爷爷他们，你和奶奶跟我一同去梅花城。咱们看完陈菊花的处之后，我想带你们去青阳城，咱们以后就定居在青阳城。为何呀？夏夏，你怕村里人说是非？夏夏，这村里人受咱们恩惠，应该不会拿这事刺咱们吧？那爷爷现在就去找你清泉爷爷，找你三爷爷他们。好，我扶您去。林家爷爷，我服你。林家爷爷，您这接骨的手艺是镇北军的郑军医教你的吧？你认识郑军医？不对，师傅早已过世。你说的是师傅的儿子？是他的嫡长孙，他儿子3年前死在军营。当年师傅想留我在军营，是我自己贪生怕死，非要回到这儿。师傅对我很失望。爷爷，你这话不对，若非你当年回到这儿，陆将军的腿就保不住了，龙陵国也因此失去一个打胜仗的将军。还可以这样算？自然可以。郑叶旭看过我的腿伤，连他都说您的技术比他这个正经的嫡孙都好呢。爷爷，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咱们去青阳城也会越来越好的。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林立夏，你当初为何去那么高的地方挖野菜？逆向思维，爬山费劲，去的人少，野菜肯定多，或许还能挖到值钱的药材。结果最大的收获是捡到你。听见林立夏说他是他最大的收获时，姬慎嘴角的笑是越来越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敲开林清泉家的门，对方看着林老爷子的神情，足足愣神好久。林清泉很疑惑，林家发生这种丢死人的大事，他五哥怎么还笑得出来？五哥呀，快屋里坐。清泉，我家夏夏要带我们去青阳城住，他在青阳书院旁置办了一套院子，说要给他二叔和大哥请最好的教书先生，准备考举人。五哥，这是好事啊。五哥，青阳城的大宅子要不少钱吧？我不知道，都是夏夏这孩子置办的。真羡慕五哥呀，有这么好的孙女儿，还有这么好的孙女婿。姬慎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嘴角上扬的收都收不住。这个老头真会说话。他不是这么孝顺，怎么不是啊？五伯，我明白了，你们这是还没走3杯6片。你放心，这儿都是自家人，我们的嘴很严的，不说。姬昌，你真的误会了，人家陆将军是京城贵公子，那不也扶着您呐？林清泉打断了林老爷子的话。当年我那小女婿也似他这般殷勤呐。
对呀，吴伯，这么冷的天，人家一路扶着你，不是孙女婿，他图啥呀？这爷俩戏可真多，看见麦子叫韭菜，看见陆继慎扶着他爷爷，就非说人家是孙女婿。我给小陆治过腿，这个孩子一直知恩图报，之前受伤住我家时，就给我家干不少活，是个有眼色的孩子。吴哥呀，你们都去青阳城，家里的地和作坊是怎么打算的呀？这就是来找你的目的。夏夏，你来说。清泉爷爷，我想让季昌叔接替我二叔，给我管着梅花城的香皂作坊，您帮我管着作坊原料的事，月俸我按每月6两给，外加年终分红奖励。多少？他当理正，1年月俸加起来不足3两银子，给林立夏管作坊，1个月的收入都是他1年的2倍，1个月6两银子。清泉爷爷，我给你们的价格比梅花城最好的掌柜还高，所以我对你们的要求也高。立夏，我明白。立夏，你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你只管提，清泉爷爷尽最大力，都按照你的要求办好。好，我让二叔写给你们。陆将军，天太冷了，我们自己去三爷爷家，你早些回去休息。姬慎脚步一顿，林立夏这么着急把他赶走，定是怕三爷爷家也误会他是孙女婿，那他就更不能走了。林立夏，方才我也很诧异，他们怎么会误会我是你家孙女婿？那你看我要不要回去解释解释啊？那你为何当时不解释？算了，事后再回去解释，别人还会以为咱们是掩盖事实真相。哦，别误会啊，我真不是他家的孙女婿。林志山的瞳孔放大一瞬，整个人完全被惊呆了。他什么都没说，这个陆将军为何要解释？立夏，这是不是此地无银300两？林立夏扶额，这会儿他很确定这陆吉慎是猪队友啊。志山哥方才去清泉爷爷家，清泉爷爷开了个玩笑，他差点当真了，怕你们误会。趁着林志山扶着林老爷子进屋的间隙，林立夏狠狠地在姬慎的胳膊上扭开瓜。陆将军，该说话的时候你不说话，不该说话的时候你乱说，知不知道谣言越描越黑？那该怎么办呀？姬慎瞳孔放大一瞬，一脸不知所措，心中却快要笑出声了。越描越黑好呀，林家人都传他是林家孙女婿，以后肯定没人跟他抢林立夏。我去村里解释一下。你真是情商不高。罢了，按照蓝星的标准来看，陆吉慎在感情上就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直男，对直男还有什么期待？算了，明日我家搬去青阳城，你们也要返京，时间久了，谣言定会不攻自破。哦，谣言定会不攻自破。一边听着林立夏与三爷爷商议把旧棒作坊交给三爷爷管理的事，一边暗自琢磨如何让谣言久传不破。陆将军，你什么时候来提亲呐？小五啊，你家经历几次大事之后啊，村里人都传立夏凶悍的很呐，都说一般人呐都镇不住立夏，非说只有打胜仗的大将军或者是皇亲国戚才镇得住立夏。最可恶的呀是这些人说完这些之后，又说咱们林家门槛低，说立夏遇不上大将军和皇亲国戚，说立夏嫁不出去，还说呀立夏要砸在手里变成老姑娘了。小五啊，你看这不就有个县城的将军吗？我瞅着呀和立夏挺有夫妻相的。小五，你快看看，他们都是2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还真的挺配的，挺配，真的挺配的。三爷爷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不等三人反应，就把想说的话全都说完了。空气中凝滞一瞬，姬慎轻咳一声，将拳头抵在唇间，掩住上扬的嘴角。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这个三爷爷就是个及时雨呀！竟说他与陆姬慎有夫妻相，谁不是2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三哥，你误会。小五啊，我记得立夏生辰在夏季，过完年就要及笄了，是该早些把婚事定下来。三哥，你小五，你先别说话。陆将军啊，你打算何时来提亲啊？是立夏及笄前还是立夏及笄后啊？这要看他的意思了。姬慎想压也压不住笑意，差点笑出声。三哥，你真的误会。立夏，你喜欢什么样的柜子呀？趁三爷爷还能看见大件东西，三爷爷给你打个柜子做陪嫁。林老爷子急的是额头直冒冷汗，结果又被三爷爷开口打断。林立夏尴尬的笑着，他这个时候解释还能解释清楚吗？会不会是越解释村民们越会往离谱的方向去猜？很有可能呀。还是跑路要紧。三爷爷，我想起来了，出门前忘记叮嘱我奶奶吃药。三爷爷，我和爷爷先回家。看见林立夏扶着林老爷子出门，姬慎憋着笑，很殷勤地扶住林老爷子的另外一只胳膊。陆将军，使不得，使不得，等会儿又误会了。林家爷爷，您就让我扶着，不然明天又传出新谣言了。什么谣言？你刚才怎么不解释？
我怕我解释，明天村里人说我对你始乱终弃，岂不是？姬慎话说到一半说不下去了，忍不住轻声笑起来。有可能，夏夏，上回你周婶打水，把桶掉进井里，传一圈后变成你周婶打水把井掉到桶里。最离谱的是传谣言的人说的振振有词，还不觉得有错。芷珊呐，刚才那个陆将军说他什么时候来林家提亲？爷爷，陆将军说他看立夏的意思。芷珊呐，我看这个陆将军啊，脸皮薄，说话挺腼腆的。你明天跟村子里说一下，等陆将军跟立夏提亲的时候，让村里收敛些。好，他确实挺腼腆，我看立夏把他管得很严。方才我扶五爷爷进屋时，立夏拧他都全程陪着笑。懂得让着立夏挺好的，真的挺好。小五得这么好的孙女婿啊，我看着都为他高兴呢。什么东西啊？芷珊呐，你快来看看，快来看看，爷爷捡到什么了？爷爷，怎么了？芷珊，爷爷眼神不好，你给爷爷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金元宝，爷爷，是金元宝，是真的金元宝。哪儿来的金元宝啊？三爷爷揉揉眼睛，欢喜的心中不踏实，背着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芷珊呐，咱们村能够拥有金元宝的人不多呀。昨天晚上你五爷爷带着立夏和他孙女婿来过，想必是他们不小心落下的。爷爷，我思量许久，他们昨晚没有来过这个屋，算是他们掉的，也不可能掉在你房门口啊。芷珊呐，咱们人穷志不穷，不该拿的咱就不拿，你去还给立夏。芷珊哥，哪来的金元宝？立夏，不是你掉的，那就是你未婚夫掉的。林立夏整个人僵住，他哪来的未婚夫？等等，芷珊哥嘴里的未婚夫，该不会是说陆继慎吧？啊，芷珊哥，你误会了。林立夏的话还没说完，林芷珊便看见从酒坊作坊走出来的姬慎，顿时笑的是一脸热切，朝着姬慎的方向跑过去。林立夏刚想追上去，却被从屋里出来的许桃花给拿住。夏夏，你给奶奶看看这个。妹夫，这是不是你昨夜掉在我家门口的金元宝？妹夫？发生了何事？这人为何喊他妹夫？对不起，陆将军，你跟我堂妹立夏的事儿还没走3媒6聘，我这声妹夫是喊得早了一些。陆将军，我家昨晚就你和立夏去过，这个金元宝是你掉的吧？这个林芷珊看着很是顺眼，这声妹夫听着还蛮顺耳的。哎，别呀，怎么又改口了？陆将军。林芷珊等不到回应，便顺着姬慎的视线看过去，看见姬慎一直盯着林立夏看，他思量片刻后瞬间改口：妹夫。何事？妹夫，我就是想问问，这个金元宝是不是你掉在我家的？不是。姬慎的声音里满是喜悦，那是他命人特意送去的谢礼呀。这么会说话，一定金元宝怎么够？一会儿让影中再送2锭过去。妹夫，不是你的，那是谁的？既放在你家门口，那就是天家给你家的赏赐，拿着便是。天家赏赐？妹夫，你说这是老天爷给我爷爷的赏赐？芷珊哥，你别胡喊。芷珊哥，我跟他……立夏，我知道，我懂。你跟妹夫的事儿以后再细说，我要回家，赶紧把金元宝是老天爷给的赏赐告诉我爷爷。什么老天爷给的赏赐？陆将军，金元宝是怎么回事？你可别想拿老天爷糊弄我。真聪明，你送我的双拐是三爷爷做的，那个双拐在边境对伤员很实用，算是我给三爷爷的赏赐。那你为何不当面送，又不直说？林立夏，我当面送，你觉得以你三爷爷的性子会收吗？不会。陆将军，三爷爷有，我有没有？有，你跟我来，你看喜欢不？什么？陆将军，我知晓那副双拐的图纸比不上这盒珍珠贵重，不过我也不占你便宜，过段时间我还你一个回礼。是什么回礼？到时你便……夏夏，奶奶何事如此慌张？夏夏，这昨晚发生什么事了？怎么突然这么多人都跑来问奶奶，你跟陆将军什么时候走3媒6聘？怎么会这样？对呀，怎么会这样？方才你堂哥一来就直接喊我妹夫，我也懵了。林立夏，我昨天跟他解释过，我真不是你家孙女婿，他为何就是不信，还开口喊我妹夫啊？你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不该说话的时候乱说话。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林家奶奶，如今怎么办呀？我去跟众人解释我不是你家孙女婿，他们会不会说我对林立夏始乱终弃啊？夏夏，陆将军说的也没错呀，他这个时候去解释，指不定惹出什么新的流言蜚语。夏夏，如今传成这样，这陆将军可以带着人一走返京，留下你背负这个名声，这如何说亲呢？林家奶奶，
要不带我回京，安排好一切就派人上门。不用，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岂可因为流言蜚语而草率行事？奶奶，你别担心，村里这些流言蜚语对我够不上影响。咱家随我大哥考学，定然是一步步向上走的。等我到了成亲年龄，咱们早就搬到京城了。搬到京城？小陆，我家立冬要做多大的官才能与你家门当户对？奶奶，你在胡想什么？夏夏，我看陆将军挺好的，长得俊俏，眼底有活，人还没架子，是奶奶见过最好的孙女婿人选。奶奶，那是你没看到，他心眼子可多了。心眼多，说明他聪明，将来孩子也聪明。林立夏无语扶额。奶奶，他要是想把我骗到京城卖了呢？你还帮他数钱？他敢卖我的夏夏，奶奶呀，找他拼命去。奶奶，村里谣言四起，未必没有他的功劳。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稀里糊涂的觉得他好。夏夏，村里人说看见小陆亲自给你送聘礼，是什么？奶奶，不是聘礼，是他给我的谢礼，是一盒珍珠。奶奶，等到青阳城，我找人给你做个项链，带着珍珠睡觉可以养颜，还可以助眠。这是小陆给你的？夏夏，你跟奶奶说，你对小陆到底是什么想法？合作伙伴。奶奶，我与他合作开作坊，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他送我一盒珍珠，我还他别的回礼，礼尚往来，谁也不占谁便宜。看着孙女小嘴一张一合，说的振振有词，许桃花是一个字儿都不信。什么合作伙伴送珍珠？他活了一辈子，虽没见过这么好成色的珍珠。夏夏，这么好成色的珍珠啊，你留着做首饰自己戴。奶奶不喜欢珍珠，奶奶呀喜欢戴金项链。奶奶不喜欢珍珠。奶奶，这一盒珍珠够给咱们祖孙2个人做项链。夏夏，你把针线筐给找出来，等会儿啊，奶奶教你做针线活。奶奶，我不想学，针扎手很疼的。夏夏，小陆送你一盒这么好的珍珠，你回他个护腿，就是上次你让我给你爷爷做的那种。奶奶，我屋里还有些东西没有收拾完，我先去收拾东西。屋外，姬慎听见林立夏这话，连忙转了个身朝门口走。姬慎边走边琢磨，刚走出林家院子，就听见许桃花喊他：“小陆，你过来一下。”林家奶奶。叫什么林家奶奶，太见外了，以后呀就跟夏夏一样喊我奶奶。奶奶，哎，你送我家夏夏的珍珠，奶奶看见了，你的心思奶奶明白，但是啊，我家夏夏受不了委屈，你和她的事儿不能着急。奶奶，我知道不能着急，要循序渐进。小陆，我家立冬要做多大的官才与你家门当户对？奶奶，这个世上没有绝对的门当户对，你家孙女这么优秀，咱们不应该用门当户对来衡量。说得好，小陆，奶奶才发现这不善言辞的你，有时候说话很是中听。奶奶，我去帮林立夏干活。哎，去吧，夏夏和我一样啊，都是喜欢眼底能看见活的人。凡是林立夏想让他干的活，他不等林立夏开口主动干，林立夏对他的态度就能好上许多。哎，小陆，等等，你给奶奶量一下你的腿。奶奶呀，让夏夏给你做个护腿，这样天寒地冻有护腿保暖，对你的伤有好处。奶奶，不用，她不爱做针线，不想她扎的手指流血。小陆，不错不错，挺会心疼人的。奶奶，那我去帮忙。不急，小陆，来，奶奶给你量，奶奶给你做护腿。这怎么行？林立夏，小陆啊，这是奶奶给未来孙女婿做的，你真不要？辛苦奶奶。这就对了，小陆啊，奶奶怎么觉得你比在林家养伤时还瘦了？奶奶，你做什么？向院子外头一大堆探着头看热闹的村民，脸上的表情个个都很丰富，他的内心10000匹马奔腾啊！小陆，你看夏夏呀，脸皮薄，方才的事你知我知，暂时呀不要说给旁人知晓。夏夏，你来帮奶奶一把，给奶奶剪一下。夏夏，小陆的腿上啊才没好多长时间，这天寒地冻的赶路，奶奶呀怕他腿伤复发，给他做个护腿。林立夏的嘴角一抽，不想拆穿他奶奶想用护腿换人家陆基慎一盒珍珠的事。放心，我奶奶做的护腿不算我给你的回礼，我不占你便宜。陆将军，你想个办法，把我家院子外围着的人打发了。好，诸位，我家主子受伤这段时日，住在村里多有打扰，这是我家主子的一点心意，诸位拿去分一分。诸位要是觉得不好意思，拿了银子帮在下一个忙。什么忙啊？我们村里一共是132户。李正，我家主子脸皮薄，你将银子拿起来给诸位分分，让大家别在这围着我家主子。五哥，你看这……徐公子，咋还分银子？林家爷爷，我家主子的腿是您保住的，您就是龙鳞国的大功臣，我家主子不缺银子。我家主子在边境经常跟我说，林家村民风淳朴，
这里的百姓个个都很老实厚道，这些银子对我家主人来说不值一提，却能改善你们的生活，是我家主子的一片心意。李正，这些银子劳烦你给大家分分。五哥呀，你孙女婿盛情难却，银子我收下，给大伙分分。五哥，我会让大家都记住，这是立夏带给大家的恩情。清泉不是孙女婿。我说你家孙女婿出手真大方，我祝立夏和他白头偕老。林老爷子目瞪口呆，完了，解释不清了，夏夏的名声全完了。祝白头偕老了。陆将军，这事儿大家又误会了。林家爷爷，你不必担忧，我不会因为村民误会而生气的。陆将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林家爷爷，您别急，我现在就让徐天行去跟村里人解释。还解释什么？再解释，明天就该祝早生贵子了。陆将军，别耽误你正事儿。又赶他走。林姑娘，实在对不住，是在下没办好差事，你看在下该如何弥补？不怪你，你们忙。像陆基胜这样的男人，娶妻就跟家里添一个物件一样，添一个不够，还可以再添一个。他不愿的是，谁也别想用名声及道德来左右他。钱他要赚，事他要借，人他不嫁。夏夏，都怪爷爷，爷爷不该昨夜让他扶着。爷爷，没事儿。夏夏，陆将军现在极品官，不知道，管他极品官。夏夏，你长大总归要嫁人的，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我知道爹不会让我受委屈。夏夏，爹这次不病倒，定能考中秀才的。爹只是时运不佳。夏夏，爹打算年后再考，先考秀才，再考举人，再考进士。夏夏，咱家两个做官的，你与陆将军也算是门当户对吧？他当然选择后者了。爹，等咱们到青阳城，我给你找最严厉的教书先生，争取让我爹一路考到进士。林文耀一脸欣喜的点头。夏夏，爹这次有经验，带个厚点的土毛毯，绝不动着自己。好。夏夏，在爹还没考中进士前，你能不能离陆将军远一些？看着自家老爹一副担忧自家白菜被猪拱了的表情，林立夏连连点头。远，必须远。文耀，你去地窖把夏夏弄回来的土豆和药蔗搬上车，还有我攒的药材也搬上去。夏夏，你刚才跟你爹说的都是真心话，你真的想嫁给陆将军？爷爷，那你觉得陆基胜他人怎么样？夏夏，他人长得俊俏，眼底有活，人品不错，善于揣摩人心，是个聪明的孩子，未来前程也不错，但他心机深沉。夏夏，昨晚的事儿加上他看你的眼神，爷爷觉得不对味儿。爷爷，他看我的眼神像不像锁定兔子的饿狼？像。夏夏，像他这样的人一般不达目的不罢休。爷爷，你别担心，他是个有野心的人，不会做自毁前程的事。什么意思啊？爷爷，我听闻皇上有意把公主赐婚给陆定坤，陆家不会傻到违抗圣旨。夏夏，那你与他的事传到公主耳中，岂不是招祸呀？爷爷，你放心，咱们现在穷乡僻野，传不到公主耳中。待他与公主成亲后，我定会想法子自证清白，撇清与他所有的干系。夏夏，那我去劝劝你爹。哎，别，难得我爹全爱女之心，要努力考进士。爷爷，你就让我爹去考，咱们等我爹考中之后再解释清楚这些也不迟啊。你这丫头贵得很。爷爷，我奶奶打算用我的婚事逼迫我大哥好好读书，想让我大哥给我撑腰。向你奶奶作风。林老爷子点头。他一直夸陆将军好，所以咱们俩刚才说的事儿你要保密哦，别告诉我奶奶，也不告诉我爹，等他们考中再说。好，爷爷不说。陆将军，夏夏方才说你有正事要办，怎么还不走啊？我也命人去办了。陆将军，那个，我屋里还有好些东西没搬出来，我这腰……林家爷爷，我去给你办。那就辛苦陆将军。臭小子，想算计他孙女，不让你干点活，那怎么行？主子，我们来帮你。等等，陆将军，我那屋里的东西攒好久，你这些下属看着都……万一给我弄坏了怎么办？你们都退下，我来办。辛苦陆将军。夏夏奶奶经常夸，说你这孩子眼里有活，干活漂亮。又被夸了。姬申脸上露出了愉悦的笑，干活是更加的卖力。林家爷爷，你看看我家主子搬了这么久，额头都出汗了，我干活也很仔细，能不能让我？不能，徐公子，你不合适。林家爷爷，我哪儿不合适？林老爷子捋捋胡须，见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起身去驴棚把驴给牵了出来，留下徐天行站在原地发呆。为何主子行他不行？他与主子有何分别？他环顾四周，
林文耀看他家主子的眼神，就好似老岳父看女婿一样复杂。许桃花看他主子忙进忙出，笑得嘴都合不拢，明显很是喜欢。他又看看洗手都在偷笑的林立夏，脑海里总算是琢磨出味儿来，这林家是在考验孙女婿啊。想到这儿，徐天行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方才的银子没白花。还有没有要搬的？金慎擦擦额头的汗，朝林立夏走过去。林立夏差点绷不住笑，他着实是没有想到，他爷爷知晓真相后，跟陆基慎也玩起了心眼子，把人当长工使唤。陆将军，东西都已经搬完了，真是辛苦你了。我给你换盆水，你好好洗洗手。看见林立夏脸上的笑，基慎觉得他方才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他满脸的喜悦藏都藏不住。林立夏喊他洗手的口吻，像极了徐老太太喊老爷子呀。他与林立夏共用一盆水，如此亲昵的举动，只有夫妻才有吧。他伸手按住盆子，不等林立夏倒水，就将手伸到了还算清澈的水里，顺手拿起林立夏用过的香皂，打上泡泡，放在鼻尖闻闻，看向一脸呆住的林立夏。林立夏，梅花香味的，是我赠你那株红梅做的香皂。林立夏端起盆子，哗啦啦将盆里的水泼到地上。陆将军，缸里还有水。又不是没水，非要跟他用一盆，误会就是他故意造成的。挑水不易。转念一想，这徐老太太也是这样给林家老爷子换水的，他顿时又笑了起来。主子，你可是数万将士崇拜的睿亲王，你怎能用别人用过的水？主子，您一个人忙前忙后，累得都出汗了，您腿疼不疼？方才忙的时候不觉得，这会儿竟隐隐作痛。林姑娘，我家主子的腿这要是留下后遗症，以后上不了战场可如何是好？陆将军，都怪我呀，竟忘了你腿上刚好。你快坐下，我给你看看。林家爷爷，你腰不好，怎好这个时候让你劳累？林姑娘，我家主子这一路他的腿伤都是你在看，你之前也说我家主子不宜太劳累。林姑娘，我可以用我的前程对天发誓，我家主子长这么大，从未像今天这般劳累过。陆将军，你跟我进来。林家爷爷，你腰疼了吧？我来帮你揉揉。徐公子，林家爷爷，你别担心，林姑娘不是第一次给我家主子揉腿了，不是第一次。林老爷子瞪大眼睛，差点站不稳了。完了，夏夏的名声真的完了。徐公子，夏夏这一路都跟你们陆将军在一起。林家爷爷放心，林姑娘医术得你真传。放心个屁呀！林老爷子的心态都快崩了。你松开我！孩子他爹，你做什么？疼！哎呀，真的疼！哎呀，林立夏，你轻点儿！哎呀，疼！你轻点儿！孩子他爹，这夏夏他揉腿。林老爷子咬牙切齿，一巴掌拍在徐天行的手上，趁着徐天行松手，他大步流星地朝屋内走。进屋看见孙女穿戴整齐，两人同时松了一口气。爷爷，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手法有哪儿不对啊？他怎么喊得跟杀猪一样？定是这个臭小子想用苦肉计骗他孙女，被他孙女给识破了。夏夏，陆将军喊得这样凄惨，说明他这个腿伤大有隐患呐。啊，爷爷，那该怎么办？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刚才按的力道不够，我来给他按。看着林老爷子接过林立夏手中的桃木按摩棒，缓缓朝他走来，他赶紧给徐天行一个眼神。林家爷爷，你腰不舒服，怎好再让你劳累？林家爷爷，你看东西早已搬上车，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呀？陆将军的腿，林家搬家要紧。虽然疼，但确实好不少。林家爷爷，咱们出发吧。那陆将军，你以后再疼，我再给你按。用桃木做的按摩棒，他还是不要来自讨苦吃的好。看来他以后不能再用揉腿这招了，得换个别的法子。小陆，我看你搬东西的时候，你把披风给脱了，你是不是受寒了，腿才痛啊？小陆啊，等到梅花城啊，我让夏夏给你点个灸棒，驱寒就不疼了。好，陆将军，你等着啊。奶奶，我扶你上马车。好，小陆，奶奶给夏夏做袄子还剩点布料，等会儿啊，用这个红布给你做个护腿，你会不会嫌弃？小陆，夏夏常说红色吉利喜庆，你要是嫌弃红色……不嫌弃，一点都不嫌弃。奶奶，我很喜欢。夏夏，你奶奶胳膊肘开始往外拐了，拐的还算有数。半晌后，林老爷子回头看看锁好的院子门，又看看野梅山的方向，眼底浮现出一丝离乡的忧愁。夏夏，爷爷这一走，不知余生还有没有机会回来。爷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青阳城有更好的资源，咱家考出一个进士的概率更大。爷爷，等咱家考出一个进士，我带你回来修祠堂，
到那时咱们也算荣归故里。林家搬家的车队走在最前头，后边跟着基慎的带刀护卫，个个威风凛凛，骑着高头大马，护送着基慎那辆最奢华的马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很是引人注目，村里不少人都笑脸相迎。这些村民本就是得到林家照拂，又白得了5两银子，眼底只剩下对林家的羡慕和感激之情。林家还未发家前，林家吃得很差，但林家村的村民吃得更差。在林立夏的建议下，他特意在用早膳的时候让林立东带着他在村里转过几圈。那时林家村的百姓为储存过冬的粮食，家家户户夏日里几乎都是食野菜果腹。如今他发现村里人的气色比他离开的时候好了许多，他猜想是林家的几个作坊让村民们不再卖粮食换钱。商人重利不假，但商人也利民。天行，你上来。主子。免礼，坐。谢主子，您有何吩咐？天行，你回京后尽心收集关于商人以利民之论据。主子，你想鼓励经商？天行啊，林家村的变化你我都看在眼里，此乃利民好事啊。主子，想说服朝中那些老顽固可未必容易。天行，你先试试，他们一意孤行，我不介意杀鸡给猴看。主子，论经商，属下认为林姑娘颇有心得，可否向林姑娘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合适吗？属下去不合适，主子去很合适。怎么合适啊？主子，林老爷子已经将您视为孙女婿在考验，您迟早与林姑娘是一家人，很合适。基慎的瞳孔放大一瞬，眼底闪过了一丝惊喜。难怪向来和善的林家老爷子今日刻意为难他，原来是将他视为孙女婿在考验，不枉他累出满身的汗呀。基慎摸摸腿上被林立夏用桃木棒按出来的淤青，嘴角勾起了一抹喜悦的笑。所以林立夏是因为羞涩而生气，才会对我下狠手。车子刚进梅花城，已是午时。小郭，我二叔呢？在衙门外守着。唉，一整夜没回来。早上我让古明给他送饭，他也没吃。那陈菊花呢？昨晚罗大人连夜升堂断案，已将2人杖刑50棍，据说剩下要等朝廷裁决。林姑娘，县令判刑不得超过杖刑。陈菊花谋杀林产的长嫂，还让林家二叔遭到这样的屈辱。按照龙陵国律法，将他凌迟处死都难以泄恨。一般这样的案件，罗县令要上报他的上级官员或朝廷裁决。交通不便，这样漫长的过程岂不是便宜他？林姑娘若是着急。徐天行看向了一旁假装淡定的主子，我主子有法子，可让他快些服刑。夏夏不必为难陆将军，50棍的杖刑，无人医治，活着也不过是多受点苦。对，让他先受一段非人待遇，再凌迟。最可恶的是那个奸夫，让我儿受了这么多委屈，也不知道朝廷律法对这样的人会怎么判。娘，那个奸夫也被关在梅花城的县衙，等朝廷裁决。那就等朝廷裁决。爷爷，我去一趟县衙，将二叔喊回来，咱们就走。林立夏戴着帷帽前脚出门，基慎带着护卫后脚跟上。县衙外，连文辉像个木雕一样站在县衙门口发愣，眼神空洞的好似一具行尸走肉。看到林立夏是又气又心疼。二叔，你不要命了？这么冷的天，你想冻死自己，死在陈菊花的前头，二叔你甘心吗？不甘心。夏夏，我昨晚就该杀了他们，跟他们2人同归于尽。你同归于尽了，那我爷爷奶奶怎么办？也跟着同归于尽？二叔，你蠢死了！你都不知道钝刀子割肉更疼吗？还是说让他在牢里多受点罪再死，你会心疼他？二叔，你知道这个东西的药效？你是现在跟我乖乖回去，还是让我用这个捆你回去？夏夏，我错了，我跟你回去。在那等着。警官爷，使不得呀，林姑娘喊我老简就行。我家大人听见你的声音，让在下邀您进去坐坐呢。简说，我家发生的事儿你都知晓，帮我好好关照关照那个让我家蒙羞的人。林姑娘放心，您不说呀，已经有很多人关照过他了。哦，能让我进去看看不？哦，能让我进去看看不？下官见过陆将军。免礼。基慎下马走到林立夏跟前，罗大人，带路去见见昨夜的犯人。罗海昌的瞳孔放大，这堂堂陆家2公子竟要陪同林立夏去牢狱那种污秽之地。这样关切的眼神，不单是林立夏口中的皇亲国戚的合作伙伴吧？他满脸犹豫，先看看一脸淡然的林立夏，又看看一脸热切的基慎，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哪里是合作伙伴呀，这分明是爱慕林立夏。难怪昨日的护卫拿着瑞亲王的令牌，让他尽快审案。这陆家2公子为林立夏，竟不惜在瑞亲王跟前求这样的恩典，是真的陷进去了。陆将军，梅花城牢狱污秽不堪，
怎敢让陆将军去那种地方？林林夏，你想进去看，还是让他将人带出来看？带出来看。罗大人既说牢狱污秽，那定然不好闻。好，去办。遵命。这个皇亲国戚与卢宣伟那个皇亲国戚真不是一个量级的。这个陆将军一个眼神都有一种让他不寒而栗的凉意，这么重的杀气，为何林立夏能如此淡定自如？陆将军，上次林姑娘为镇北军筹集的军粮，下官这段时间又凑集到了一批，您看？年后我命人来接。如此一来，下官能省心不少。陆将军，上次卢宣伟明抢咱们香皂作坊的秘方时，全靠着罗大人不畏强权才护住了秘方。不是你自己不畏强权吗？下官惭愧，主要是林姑娘行事果敢，人有从诲。罗大人何时来梅花城任职的？回陆将军，下官已经在梅花城任职6年。6年，那是该动一动了。下官先谢过陆将军。这时，衙役拖着像死狗一样的陈菊花，一脸恭敬的复命：大人已带到。林文辉内心的恨逐渐消减了几分，他视线又看向姚世峰，姚世峰狼狈的样子不亚于陈菊花。陆大人，这2人的伤势若不医治，很难活着行刑。你将文书拿来，明日便有处刑结果。陆大人为讨好林姑娘，竟要再给瑞亲王求个恩典，这林立夏了不得呀！下官先谢过陆将军。姬慎没有接，他身后跟着的影中一脸恭敬地接过文书。林立夏愣怔一瞬，看着陆姬慎的眼神很是复杂。草民谢过陆将军，草民谢过陆将军。看着不停磕头的林文辉，林立夏的神情僵住。他知晓，按照这个时代的阶级，他应该也对陆姬慎行跪礼叩谢。他迟疑一瞬，还是很难说服自己行跪礼，便弯腰准备向姬慎鞠躬行礼。林立夏，你不必如此，你我相识微末，我许你一生见到我都不必行礼特权。姬慎这番话一出，率先瞳孔地震的是他身后的护卫。能让主子给这样承诺的人，他们敢肯定未来不会再有。与护卫们同样震惊的还有罗海昌，他一双眼眸盯着2人相握的手，内心很是庆幸。庆幸他初次到林家时没摆架子，没让林立夏跪过他，的心跳漏了一拍。多谢陆将军，等你成为驸马爷，还望陆将军也别忘了今日的承诺。二叔，我们回家。姬慎僵住，哪儿来的驸马爷？都怪罗汉子乱嚼舌根。无论林立夏方才说什么，能让陆将军如此慌乱的姑娘，他以后都得敬着，不能得罪呀。主子，林姑娘他们已经走远了。追，林立夏，我带你骑。你想得美。雪花飞扬，寒冷带着刺骨的冷意如刀割般划过脸庞，那道好似与寒冷世界融为一体的身影显得格外的孤独落寞。青瑶姐姐，不是得感谢一下陆将军？文耀，夏夏说的有道理，小陆啊对立春颇为照顾，你这个做爹的是要感谢人家。陆将军，感谢你对立春的照拂，我干了，你随意。陆将军，你一个打胜仗的将军，不会喝不过我爹这个文弱的书生吧？姬慎也愣住，林立夏可真行，为灌醉他，激将法也给用上了。他肯定是疯了，明明知道林立夏在灌他，却还是很喜欢林立夏为他费尽心思的模样。会，陆将军，刚才夸你喝酒豪爽，你怎么不喝了？林立夏，你这样合适吗？夏夏，这么烈的酒，陆将军已经连着喝了4杯，差不多了。听见林老爷子这么说，林立夏知晓他想灌醉陆姬慎的心思已经被在场许多人都看明白，但转念一想，看明白就看明白，只要他有法子让陆姬慎喝，他能达到目的，还是他赢。陆姬慎爱跟骆子素比高下，搬出骆子素，他就不信拿捏不住他。哎呀，陆将军对不住啊，我以为你长得高大伟岸，酒量很好，没想到还比不上子素哥哥。谁比不上他？满上。豪爽，陆将军，像这样的烈酒，我子素哥哥能喝大半坛呢。大半坛算什么？我能喝一整坛。陆将军对夏夏如此上心，立冬若是能做官，两家门当户对后，这个孙女婿还是很不错的。收孙女婿一根老山参，应该也不算太过分吧。立冬，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早日做个官。爷爷，你放心，在陆将军的督促下，我一刻也不敢放松。陆将军，你对我学业上的指导，一杯酒难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来，我再敬你一杯，请。陆将军好酒量，与我子素哥哥差不多。差不多，陆将军再敬你一杯，请。主子，你要不要回忆一下你刚才说什么了？我上次与骆子素喝酒时，他喝的是度数很低的酒，我记得他没这么能喝。林姑娘，你莫不是想故意灌醉我家主子，趁机做点什么？做什么？徐公子，以你之见，我能做什么？这不好猜，也不敢猜。林姑娘，你快看，你父亲好似已经喝醉了。不是吧？他算好老爹有3两的量，才3杯就醉了。这一杯酒正好1两酒。林姑娘，你快看，你大哥也好似喝醉了。
还有你二叔，方才独自又饮了3杯，也醉了。林姑娘，我家主子整整喝了8杯，8两酒已到了我家主子的极限。不过我家主子身份特殊，他就算喝得再醉，也要强装镇定。听见徐天行这样说，林立夏一脸狐疑地看着陆吉慎，四目相视，那双深邃不见底的黑眸好似染上了几分醉意，比过去看他的眼神还要专注，倒是让他看不出对方醉还是没醉。陆将军，你还好吗？疼，很疼。将军，睡一觉，明天醒来头就不疼了。徐公子，对不住啊。不要，林夏，我有正事要与你说。不急，明日睡醒再说。徐公子，咱们香皂作坊合作的事不急于一时。林姑娘，忘记跟你说了，我家主子醉酒之后很固执，他想做的事儿一定要做，关键还忘事。哈，林夏，我有事儿要说，你答应过我的。徐天行憋着笑，看着瞠目结舌的林立夏，他很为难的样子。林姑娘，忘记跟你说了，主子一旦喝醉，手中抓到什么就再也不会松手。这是什么毛病？他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奶奶，咱家剪刀在哪儿？夏夏，不能剪。许桃花看出了孙女的心思，一脸心疼的模样。哎呦，这么好的衣裳，剪了浪费。林立夏拧眉，不能剪衣服，也不能将陆基慎的手给砍了，总不能让他一直拽着他吧。想到这儿，林立夏伸手去掰陆基慎的手指，1个手指，2个手指，眼看着快要将自己的衣袖拯救出来，陆基慎反手一握，紧抓住他的手。什么坏毛病？对不住啊，对不住。看着2个人紧握在一起的手，主子终于借酒做了早想做的事。林姑娘，我都说了，主子酒量不好，不能多饮，你非说喝多了睡一觉就没事，现在醉成这个样子，这可如何是好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家主子故意占林姑娘的便宜。哎呀，怎么办呢？难道不是吗？手掌上，陆基慎的大掌紧紧地包裹着他的右手，滚烫的好似暖炉一样，烫得他心中不自在。那给他来一针桃影追魂，等他身子僵住之后强行掰开。哎，不行不行，林姑娘，我家主子明日还有要事，受不住江西毒的药效。夏夏，小徐说的对。哎，夏夏，你扶小鹿去你二哥屋里歇歇，等他睡着了，人放松了，这手啊自然就松开了。林立夏甩了甩姬氏的手，心道他奶奶都不怕他被人占便宜吗？想到这儿，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否决了这个念头。以陆基慎的身份，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没有见过？为何要啃他这颗青果子？徐公子，扶稳你家主子。林姑娘，你搭把手，帮我扶住主子，千万别用劲挣扎，这个时候摔到主子，我死定了。一进屋，徐天行费力地将自家主子放到床上，给林立夏搬来了个小凳子。林姑娘，你看着我家主子，他喝水，劳烦你给主子喂点水，我去打盆水来给主子洗洗脸。徐天行说完，不等林立夏回他，整个人就跑到外边，顺势还把房门给带上。陆基慎，如今你那个忠心耿耿的下属不在，你落在我手里，你再不松开我的手，别怪我对你不客气。陆基慎抓着的手一用力，将林立夏拉到了自家跟前，迎着朦胧的灯光，气氛有种说不出的暧昧。基慎瞪大双眸，炙热的目光看向林立夏的小脸，明明算不上绝世美人，她为何就是移不开眼呢？对上了那双深邃不见底的黑眸，林立夏受不住对方眼底的侵略性，他心跳不自觉地漏掉一拍，伸出左手拧上了陆基慎的耳朵，瞪大眼睛威胁道：陆基慎，看看你这轻盈的眼神，分明就没醉，你快松开我的手。基慎展颜一笑，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亮丽，紧盯着林立夏看的双眸，眼底璀璨如星辰，令人失神片刻。林立夏，从未有人揪过我的耳朵，这是夫妻间的亲密。对上那双意有所指的黑眸，登徒子，既然你这么享受，我满足你的受虐倾向。林立夏气鼓鼓地说完，上手直接扯陆基慎的脸蛋，好似在揉橡皮糖。陆基慎只是口嗨，他直接上手蹂躏，他不觉得自己吃亏，手感挺软呀。陆基慎，你们世家贵公子的脸用什么保养的？基慎眼底的神情僵住一瞬，这林立夏下手可真狠呀！就像两人初次见面，他喊醒他的方式就是哐哐2巴掌。林立夏，你还揉过谁的脸？林立夏灿烂一笑，又睁开一下自己的手，结果还是没拉动。你独一份儿，也不是谁都有你这堪比城墙拐角的厚脸皮，你快松手，不然你明天可就不能见人了。听见林立夏说他是独一份儿，基慎的脑海里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许桃花对林老爷子的下手。林老爷子明明可以睁开，却偏偏假装喊疼，让许桃花怜惜。
一开始他不懂，后来看两人相处的日常，他懂了，这就是民间夫妻亲昵的方式啊。林丽夏，我脸好疼啊，感觉脸颊都被你拧麻了。胡说，我手也疼。你先撒手，我就松手。我手没劲儿。姬慎握着林丽夏的手，目光灼灼地看着他。林丽夏，其实你明白我的心思。明白，你贪图我赚钱的能力，想把我拐到京城给你赚钱，赚很多钱。姬慎的神情一顿，这林丽夏怎么会这样想他？是因为他隐瞒身份吗？林丽夏，陆姬慎，你千万别跟我说你看上我这张脸。林丽夏打断了姬慎的话，还不如你长得漂亮呢。姬慎眼底的期待僵住，林丽夏为何把他想成如此肤浅的人？陆姬慎，你醉了，你松开我的手，好好的睡一觉，明早醒来咱们还是最佳合伙人，好不好？听见林丽夏只承认两人是合伙人，姬慎心中升起了一股暴虐，伸手一拉，将林丽夏给拽到了怀中，俯身上去，贴上那双他早就朝思暮想的红唇，好似想把人拆骨入腹。林丽夏僵住，他被人强吻了。陆姬慎这个疯子竟真的下嘴啃他这颗青涩的果子。林丽夏是又羞又怒，使劲在那不安分的舌头上咬了一口，趁着对方吃痛松开他的间隙，他一巴掌狠狠地甩了过去。登徒子，竟敢占我便宜，我打死你个登徒子！他捡陆姬慎当背锅侠，怎料对方对他图谋不轨啊。林丽夏，我会对你负责。姬慎捂着被打的脸，脸很疼，心却莫名的很甜，竟生不起半分的气。你想得美！林丽夏低头狠狠咬在陆姬慎虎口的位置，我谁都不嫁。感受到了林丽夏的怒火，姬慎连忙松开手。为什么？嫁人有何好处？你看看薛静婉，遇人不淑，搭上全家的前程。你再看看周边的男人，没钱没权养不起媳妇，嫁人不过是从娘家吃苦变成到婆家吃苦。林丽夏，你嫁我绝不会吃苦。别说太早，像你这样的世家贵公子，有几个后院只守一个女人？我带着丰厚的嫁妆嫁到一个陌生男人家中，你若移情，我和理很难，还得用嫁妆给你养后院的女人，我还不能心生嫉妒，不然一顶不贤的帽子扣下来，连累父兄教女不严，你说我图啥？姬慎的神情僵住，原来林丽夏小小年纪竟有这么多的顾虑。顺着这个思路，他将前世今生身边的人理一理，绝大多数都与林丽夏说的大差不差。这是他第一次正视这个时代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距。站在林丽夏的立场，他有宠她护她的父兄，还有独自谋生的能力，她不像是大多数的女子没得选择，只能嫁人谋生。陆姬慎，我不管你是真罪还是假罪，我今天把话说清楚，你我只能是合作关系。你要是敢借用手中强权逼迫我，别怪我报复你。姬慎抬眸看了林丽夏一瞬，他知道以林丽夏胆大包天的性子，他说到做到，与其闹太僵，不如与林丽夏保持眼前的关系，徐徐图之。总有一天，林丽夏会明白，他不贪图他的钱，只图他的人。想到这儿，姬慎揉了揉额头，假装半醉半醒。哎呀，林丽夏，我疼，头疼，脑疼，舌头也疼。活该！林丽夏狠狠地瞪了陆姬慎一眼，也不管对方是真罪还是假罪，只要他别纠缠他。想到这儿，他起身打开门，只见徐天行端着一盆水，好似刚走到门口。主仆两人挺会演呀，狼狈为奸。徐天行的神情僵住，他看见林丽夏涨红的脸，就知晓自家主子借着酒劲儿占人家便宜了。林丽夏能善罢甘休吗？他抬头看向姬慎，看见主子嘴角流着血迹，脸上还顶着个巴掌印。徐天行满脸的不敢置信，这养尊处优的主子竟被林丽夏给打了，主子还没有生气。主子，我去给你取兵。不用。姬慎躺平了身体，手摸着脸颊，脑海里回味着方才那一吻，嘴角微微上扬。一巴掌换一吻，是他活该。与此同时，林丽夏回到屋里，迫不及待地去漱口，想把嘴里另外一个人的气息毁尸灭迹。他的手情不自禁地捂住唇，脑海里被强吻的画面不停地浮现。他真是疯了，向来洁癖的他竟不觉得方才带着酒香味的吻讨厌。他怎么了？林丽夏不敢深究，越想脸上的红晕就不受控制。丽夏，听见清幽喊他，丽夏赶紧捧起冷水敷敷脸，确定脸不那么烫才开门。清幽姐姐，这么晚你还不睡？丽夏，我有解酒药。不用。丽夏，我看陆将军对你好似图谋不轨。丽夏，天色已晚，你早些休息，我明日再来寻你。清幽走后，近来睡眠很好的林丽夏竟破天荒的在床上烙饼。临近天亮，她还没有睡着，心中的顾虑也很多。翻来覆去一夜，林丽夏顶着微红的双眸去找陆姬慎，门一推，屋里没人。别找了，早上天不亮他就走了，我正好看见。走了？
陛下，你若是有要紧事，现在骑马去追还来得及。啊，没什么要紧事。天祥，你不拦着？用不上。那名很妩媚的女子，她挺起胸膛，对自己玲珑有致的身形很是满意。殿下，奴家黎霞前来侍寝。屋内没有一点的回应，黎霞迟疑一瞬，轻轻推门进入，看见床上合衣而卧的姬慎，她眼底露出了痴迷的表情。睿亲王殿下好伟岸，睿亲王殿下好俊朗啊！她若能成为睿亲王的第一个女人，以后的荣华富贵还愁吗？这时，屋内突然窜出一道黄影子，朝她迎面扑来。他噌的一下坐起身子，正好看见老虎将一个红色的身影扑倒，很熟练地按住女子的脖子。看着老虎蠢萌的样子，姬慎的额头满是黑线。什么脏东西都朝爪子下按，脏不脏啊？松开！老虎低呜的声音中带着委屈，好似不明白他为何没有得到表扬。殿下，黎霞怕。立夏，你也配叫这个名儿？她乃紫竹城县令的嫡女，亦是紫竹城第一美女。她得知了睿亲王在边境从军3年多，身边无侍女无姬妾。殿下饶命！殿下，来人！殿下有何吩咐？将他弄出去洗爪子，洗干净。殿下，他如何处置？拖出去斩了。姬慎揉了揉眉心，有些厌烦女子惊扰他的美梦。梦中林妮夏长大了，身穿一袭红嫁衣，好看的耀眼。他看上她上花轿，还没有看见她嫁给他，就被这女子杀猪般的叫声给惊醒，真是讨厌至极。殿下，她好像是紫竹城县令的嫡女。殿下，紫竹城县令为官风评还不错，能不能看在他父亲的面上？他不配叫这个名儿。主子，紫竹城县令姓黎，黎明的黎。主子觉得他名字不好，不如他今日之后就叫李虎。李虎？天行啊，你随意给人家取名字，还能再随意一些不？殿下，李虎知错了，求殿下给李虎一个改过的机会。将他丢出去。徐军师，去给老虎拿点吃的来。殿下，给你点个安神香。不必了，殿下，那我让人给你备膳，再备一壶酒。遵命。今夜值班的人全部罚俸3个月，给老虎加肉。谢殿下开恩。无痕，认命吧。殿下，主子不会一直这么守着吧？紫竹城县令的女儿长得妩媚多娇，他主子竟没正经看一眼。认命吧，不想咱们以后的月俸都喂老虎，这样的事以后还是不要试探主子的底线。我让你拦了，你不拦。你是武官，你不拦，你让我一个文官去拦，合适吗？殿下，回京啊，有人比咱们还急。徐天行失笑。你不怕回京之后天天被主子罚给老虎洗爪子？不能吧？慎儿，你大哥已有嫡子了，你二哥也有嫡女，你三哥身边的2个侍妾也怀有身孕，你身边连个知心人都……母妃，看到您为儿子操劳，儿子很心疼，您喝杯茶润润喉。我的慎儿长大了。母妃，您别哭嘛，您一哭儿臣心疼。好，母妃不哭。母妃啊，儿臣命中有一劫，需要戒色3年才能化解。慎儿，什么劫？慎儿，母妃去求你父皇，让他多寻几个高僧给你算算。母妃，天机不可泄露，频繁算容易把福气算没了。那怎么办？母妃，那个高僧说儿臣这次腿伤已经应下一半劫难，只要儿臣愿意戒色3年，劫难自可化解。儿子，你愿意，母妃不愿意呀。慎儿，母妃也想抱孙子。母妃，孙子抱得早不如抱得好，您再等3年，儿臣一定给你生个乖巧聪慧贴心的小孙子。慎儿，你身边那只老虎……母妃，那是守护兽，母妃万不可伤它。不伤不伤。慎儿，你开府这么久，府中缺什么，母妃让人给你备。母妃，我什么都不缺。妹妹，哥哥给你说个好消息。是卢家的事儿判了吗？妹妹，你怎么知道啊？你猜卢家现在如何？如何？卢信镇那个老东西自裁谢罪了，卢家被罢官抄家，暂时窝在大皇子妃陪嫁的庄子里呢。卢信镇是谁？卢宣伟的爹吗？卢宣伟的祖父。当年卢家与骆家还交好时，卢宣伟的爹卢世美跟我的小姑姑情投意合。然后呢？怎么反目了？后来那个老东西跟我的祖父政见不合，2人谁都不服谁，他就让他儿子另娶了庞然。可恨呐！我那小姑姑对他痴心一片，最后却成了京城的笑柄。我小姑姑一时接受不了，最后想不开就跳河了。卢家太渣了，他怎么能因为政见不合就拆散一对有情人呢？太过分了。不过子素哥哥，你也别气，你看他们这不是报应来了？他们卢家要是不抛弃你小姑姑，肯定生不出卢宣伟这样的祸害。还有，你小姑姑也幸好没有嫁给卢家，你看看卢家做的这是人事吗？修缮望龙河这么重要的事儿，他们怎可搜刮民膏、珠宝私囊？
像这样的祸害，就应该将他们抄家流放，让他们全家都去挖矿、服徭役、赎罪。妹妹说的太好了。唉，可惜啊，卢信镇那个老东西曾为当今圣上当过刀子。唉，没流放真是便宜他们了。妹妹，再给你说一件稀罕事儿。什么稀罕事儿？我听说呀，瑞亲王返京，京城不少的女子想攀高枝，前仆后继的朝他床上扑的。你猜发生什么事儿？都被他身边的老虎给扑了。扑瑞亲王的女子啊，都被他身边的老虎给扑了。这老虎听着咋这么像他养的那只老虎？妹妹，你怎么了？错过一次暴富的机会，心痛。妹妹，咱们跟舅舅办的素食面作坊生意很好啊，你家在青阳城的面馆生意也很好啊，咱们青阳城的书铺生意也很好啊，咱们在青阳城的香皂作坊生意也很好啊，这些都不算是暴富。不一样。妹妹，哥哥觉得你变了，当初你赚到100文就开心的欢呼雀跃，如今你赚几万两都没有当初那么开心，你变贪心了。林姑娘，在下奉主子命给您送礼，请林姑娘收下。箱子能装什么呀？赶紧抱稳箱子，去脚下一打滑，整个人朝后仰去。骆子素的这一摔，他手上的2个箱子彻底翻了，一大半都砸在了骆子素的身上。妹妹，快救救哥哥！孩儿他爹，你看，夏夏，谁把金子都锻造成手指头的模样，看着真瘆人。林立夏憋着笑，将地上的骆子素给拉了起来，看向一旁看热闹的影中。顿时林家人全明白了，夏夏，小鹿这个想法，别什么财啊？奶奶是别出心裁。夏夏，这有什么用啊？能带来好运。夏夏，这些金手指你打算？林姑娘，主子这儿还有一封信。说着，影中将信塞到了林立夏的手中，跑得飞快。林姑娘，在家还有要紧事儿。影中，我给你家主子备了一份乔迁回礼。林姑娘，我给主子带回去。你一个人可能拿不了。我不是一个人，我还有2个同伴。林姑娘若觉得人手不够，我还可以调。那你明日来拿可以？可以。林姑娘，在下还有一些要紧事儿。影中，你家主子是不是将老虎献给了瑞亲王？老虎现在确实在瑞亲王跟前。那你家主子是不是升官了？升了几级？林姑娘，要不你有何疑问在信中问我家主子，我怕说的不对回去挨罚。说完，影中一拍马，骑着马快速的消失在林立夏跟前。看来得到的好处不少呀。夏夏，这2箱金手指你真打算留下来？爹，先放我屋里。爹，夏夏收这么贵重的礼合适吗？咱家收的很多了，虱子多了不怕咬，这事儿随你妹妹高兴吧。立冬啊，你拜师的事儿钱先生还没松口。爹，或许拜不成师了。为何？你前几天不是说钱先生对你态度好不少？爹，钱家伯父说拜师就不能做他女婿。做他女婿？立冬啊，钱先生同意将他女儿许给你。爹，我感觉他好似同意了，又感觉差一点。立冬啊，爹现在就去找媒人去钱家提亲。爹，先缓2天，等我再谈谈钱家伯父的口风，咱们一次做到位。好，先缓缓。夏夏，爹要跟你说。夏夏，爹要跟你说。爹，夏夏都知道这事儿，他出力颇多。我去跟你奶奶说。爹，我奶奶也知道，就我不知道。爹，我爷爷不知道，我二叔也不知道。财神来到我家门，欢天喜地过新年，送你一根金手指，祝你好运年复一年。林文耀揉了揉耳朵，看看捂着耳朵的儿子，父子2人对视一眼，加快脚步逃离现场。屋内，林立夏沉浸在收到200根金手指的欢喜之中，哼着跑调的小曲，看着陆基慎写的信，犹豫再三才拆开。游龙飞凤的好书法，言简意赅地说明卢家的事，并简单地提到2人合作香皂作坊的事。整封信并无肉麻的内容，看得林立夏长舒了一口气，感叹道：唉，果然背靠大树好乘凉。才3个月，鲁基慎的手下竟然把香皂作坊办得有模有样。不过鲁基慎是什么意思啊？光说香皂作坊办得好，又不说送账本给我看，是私吞了我的分红，还是想骗我去京城查账？想到这儿，林立夏脸颊有些发烫，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被强吻的画面。他使劲地摇了摇头，看看一旁闪着金光的金手指，莫非这2箱金手指就是他的分红？这时门口响起了骆子素慌慌张张的声音，声音中夹杂着几分兴奋：妹妹，那个骚狐狸来了。什么骚狐狸？林立夏一脸懵住的样子看向骆子素，骆子素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就是穿着一袭红衣给你送土豆要这的骚狐狸。段思怀。
林立夏的眼眸一亮，赶紧将2箱金手指给藏了起来。严厉带着段子怀缓缓走来，段子怀的脸上带着优雅的笑，周身的气度比之前更好，衬得那张脸更加的绝色好看。林姑娘，别来无恙啊！段公子风采更盛。林立夏看得失神片刻，很快便稳住心神。看着林立夏失神片刻，眼底就恢复清明，段子怀眼底的笑僵住一瞬，很快便恢复了平静。林姑娘，听闻你去年出去游学了，玩得可开心？开心，相当开心。林立夏笑得客气不失礼貌，随口与段子怀寒暄道：段公子近来如何？不太好。段子怀好看的眼眸紧盯着林立夏的双眸。林姑娘，你给我供的香皂太少，供不应求啊。听见段子怀把话说得很直白，林立夏笑笑没有接对方的话。段子怀端起桌上的茶杯，优雅地品着茶，好似跟林立夏比耐心。林立夏想起了对方第一次的举动，忍不住笑道：段公子，你这回打算喝几壶茶？段子怀端着茶杯的手一顿，优雅地放下手中的杯子。林姑娘，你之前说的话还作数不？自然作数。林立夏端起茶杯，藏住心中的惊喜，静等段子怀先开口。林姑娘，在下又运来一些土豆和药蔗。段子怀看向林立夏道：之前运到梅花城，才知道你搬家，我又运到青阳城来。走，去看看。林立夏知晓段子怀铺垫这么久，就等他这句话。他起身看向一脸期待的骆子素，两人对视一眼，点头。林姑娘，请。段子怀优雅有礼。林姑娘，几个月不见，你长高不少啊。这话我爱听。林立夏笑得一脸灿烂，走路的时候特意走在骆子素的另外一侧，与段子怀保持一定的距离。立夏，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清幽姐姐，你有空不？林立夏挽住清幽的胳膊。去段公子家看看他带来的土豆和药蔗。我与你一同去。林立夏在林家门口环顾一周。段公子，你的马车呢？不用马车，那儿就是我家。你是怎么买下这套小院的？骆公子，我这套小院买得早，幸运。段子怀笑得一脸优雅。林姑娘，没想到咱们这么有缘分，我随意买的小院竟然隔这么近，这是不是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呀？段公子，世间哪有那么多巧合？林姑娘，竟被你看出来了。段子怀刻意释放的男性魅力，一颦一动都好似训练过一样，好似刻意用美男计引林立夏乱心神。林立夏的嘴角狠狠地抽了一下，很想问问段子怀，他是不是与异性谈生意都用这一招？骚狐狸，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你想与我们合作生意可以，你敢居心不良打妹妹的主意，你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让你出不了这青阳城。是南溪城那边的小曲吗？是南溪城小曲。林姑娘，意下如何？那就听听看。听见林立夏松口，段子怀眼底的笑容更加的勾人。几人刚落座，就出来几个长得很有异域风情的美女，穿着露腰舞裙，踩着小碎步，一跳一扭的登场。好，跳得太好了，上！林姑娘，喝茶。段子怀举着手中的茶杯，笑盈盈地看着林立夏。妹妹，你快帮哥哥看看，他们哪个长得最美啊？都很美。段公子，这几位漂亮的小姐姐不是龙鳞国的姑娘吧？她们来自凤鸣国。凤鸣国？段兄啊，怎样才能弄来这样的美人啊？段子怀眼底的笑意越来越大。这个骆家纨绔这会儿不喊他骚狐狸了。骆兄，你若喜欢，我将他们都送你，也不是不行。那怎么行？君子怎能夺其所好？妹妹，哥哥真的喜欢。子素哥哥，我想起还有点要紧事儿。妹妹，骆家纨绔，你走不走？不走，是不是又想尝尝我的手段？林姑娘，你多给我配1万块香皂，我就将这几位舞姬赠送给骆兄。可以，区1万块香皂，我可以做。子素哥哥，快走！段公子，我们先告辞。子素哥哥，那个姓段的一看就目的不纯，谁知道他那些美人是不是细作？细作？妹妹怀疑美人是细作。子素哥哥，你想想看，你把这些美人带回骆家，他们若是细作，骆家会不会被有心人栽赃通敌？会，肯定会。姓段的骚狐狸敢给哥哥下套，妹妹你别拉着我，哥哥回去揍死他。林立夏看看自己空空的手，他没拉呀，他便宜一兄何时学会装腔作势了？妹妹你别拦着我。哎呀，立夏，我们回屋，让这个纨绔自己玩。担心便宜一兄色迷心窍，林立夏临转身前又佯装气愤地说道：子素哥哥，
那个姓段的肯定是看出你有才华，是龙鳞国未来的栋梁之才，才故意下这么大的套害你。妹妹放心，哥哥绝对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立夏，他什么时候才能反应过来你方才的话在哄他？也不全是哄他，其实紫苏哥哥很聪明，他是蜜罐里泡大的孩子，没有什么心眼儿，又没有把聪明用在正处。清幽姐姐，紫苏哥哥的哥哥据说是个天资聪慧的少年，他年少成名，是个优秀到许多人都忍不住拿出来激励自家孩子的人。紫苏哥哥成长在这样的骆家，应该从小没少被拿出来与他哥哥比较。其实他的压力应该也不小，他需要一些正向的认可，让这些正向的认可积累到一定程度，成为他努力的内驱力。我相信他终有一日会成为栋梁之才。这时，偷摸追上来的骆子素正好听到了林立夏这番话，激动的眼眸泛起了水雾。他知道妹妹在哄他，用他祖母的话说，从3岁小孩到60岁老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他亦不例外。可他却不知妹妹竟如此了解他，还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这让他觉得不努力读书都对不起妹妹对他的期待呀。回去温书，这次争取考出一个好成绩。你以后肯定很会教小孩。我不会。林立夏的瞳孔放大一瞬，心生警觉，他未来二嫂是什么意思？他可不当德华呀，他招架不住呀。他娘去世的早，奶奶年纪大，他帮着大哥二哥娶媳妇儿可以，让他给大哥二哥带孩子，这是万万不能的。清幽姐姐，你帮我探探钱家姐姐的口风，她对我大哥怎么说？我才问他就羞得满脸通红。那你看我大哥有机会吗？有，我虽没问出他对你大哥什么心思，却问出他对他之前的未婚夫是深恶痛绝。说说看。他说推他婚事的未婚夫是刑部侍郎的嫡次子，这身上也仅有个秀才功名。以前钱家伯父还是御史大夫的时候，他那个未婚夫一家人可讨好他们钱家了。可钱家伯父被罢官，他那个未婚夫翻脸呀比翻书还快，生怕被钱家连累，给他扣上了一个克妻的恶名，然后趁机就把婚给退了。什么人啊，背信弃义不说，还给人泼脏水，畜生不如。就是畜生。这钱姑娘的大哥死在赈灾中，二哥死在劫匪手中，最后脏水都泼在他身上，说他克妻。无稽之谈。林立夏狠狠地灌下一杯茶水，有些心疼钱多金。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他那个前未婚夫人品不行，将来成就也好不到哪儿去。立夏，我明日就将你这番话说给钱姑娘听。不用，我已听见。听见多少？钱姑娘。不怪清幽姐姐，钱家姐姐，是我让清幽姐姐去打听你的心意，我大哥心悦你。立夏，我找你有别的事。钱家姐姐，这里没外人，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要是瞧不上我大哥，我去做我大哥的思想工作，以后让他尽量避开你，也不影响咱们俩的感情。我没有，你大哥人挺好。钱家姐姐，你不嫌我大哥高攀你，我去请青阳城的县令做媒，绝不让你在这门亲事中受委屈。请青阳城县令做媒？对，青阳城的新县令与我有旧。邀罗海昌给他大哥做媒，那个八面玲珑的人精应该是很乐意的。钱家姐姐，你意下如何？立夏，你不怕我克亲？我们兄妹几人自幼丧母，按照他们的谬论，我们兄妹是不是也克亲？胡说！钱家姐姐，这么说你不嫌我大哥克亲？立夏，钱家姐姐，这书是……立夏，我写的花本子。大哥，你何时学会喜怒不动声色，我就去找罗县令上门给你提亲。爹，夏夏的话你听见没有？钱姑娘同意这门亲事。立冬啊，夏夏还说，你何时学会喜怒不动声色，他才会邀请罗县令去钱家给你提亲。立冬，应中。应中。次日，应中走到林家门口，正要敲门，就看见门从里面打开。应中，你教我如何才能喜怒不动声色，让人猜不出心思啊？没发烧啊，怎么说胡话？他是暗卫转明卫，他的面无表情都是长久的血雨腥风中锻炼出来的，这让他如何教？应中，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夏夏可是又弄出好几种零嘴，我敢保证你肯定没吃过。只要你教我如何面不改色，我可以把我那一份拿出来让你吃个够。林公子，我在青阳城待不了多久啊。没关系，您把诀窍写下来，我自己慢慢练习。林公子，我每次想大笑时或者想大怒时，都会深呼吸让自己放松，尽量保持情绪的平稳，脸上就不会让人看出喜怒了。林公子，秘诀我已经跟你说了，剩下的呢要靠你自己多练习了。你说的零嘴什么时候给我呀？我现在去给你拿。林家爷爷，你这是做什么？
要不要我帮你挖？是影钟啊，不用你挖，你朝右边走。我家夏夏备下好多回礼，一直在等着你。林经理，那你忙。林姑娘，影钟，这些都带回家会不会很麻烦？不麻烦，不麻烦。林姑娘，这好像是书。对呀。林姑娘，他怎么在这儿？不知道他的目的是谁，你能帮我查查他的来历不？好。林姑娘，方才离去的那辆车装得很满，全部是香皂吗？段公子是要出去吗？哎呀，好困呢，该睡午觉了。妹妹，你在这儿做什么？看谁呢？子素哥哥，你书温习的怎样？哥哥一旦认真起来，那温书有如天助，考举人手到擒来。子素哥哥，这是你血脉中的读书天赋被激活了，等你考中了状元郎，咱们书铺的生意肯定更好。妹妹，哥哥去温书。子素哥哥真有上进心，我等会儿让庄妈妈给你炖个汤补补身子。好啊。大哥，你看子素哥哥多用功，你的书问的怎么样？这次有没有把握考中举人？夏夏，我比他更早开始努力。这么说你很有信心？夏夏，你看我已经学会喜怒不动声色，你是不是该兑现承诺？爹，你看大哥他学废了没？夏夏，爹还有最后一场考试，爹先去温书了。大哥，你说咱爹这次能考中秀才吗？不好说，爹前2次都考得挺好，只要3日后最后一场考试他不生病，他应该能够达成所愿。考秀才就达成所愿？夏夏，咱爹说他能想到送你最好的吉吉礼，就是让你成为秀才的女儿。夏夏，你看大哥练得怎么样？不怎么样。大哥，让你学习喜怒不形于色，不是让你练习面瘫，而且你想要走官场，面瘫不讨喜的。那练什么？大哥，你去拿根筷子咬在嘴里，咱们练习天塌下来你都能笑着应对的从容。筷子咬到嘴里？大哥，我方才的样子你记住没有？是不是笑得很自然？对，就这样，保持住。是不是笑得很自然？对，就这样，保持住。你们在做什么？练习笑容。钱家姐姐，我大哥太容易喜形于色，我在练习他做个笑面虎。立夏，笑面虎是骂人的。钱姑娘，夏夏是想让我做个让人猜不出心思的人，我不是真的要做个凶狠的笑面虎。我知道你不是凶狠的人。哎呦，这就开始虐狗了。林立夏瞪大了吃瓜的眼睛，看看自家大哥，又看看钱多锦，突然升起了一个念头，他是闲疯了才会亲自监督自家大哥呀。钱家姐姐，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大哥日后做官，带有亲和力的微笑就是他以后的保护色，你帮我监督他好不好？殿下，听闻皇上要给我个公主赐婚，是你说服皇上打消念头？为什么？公主骄纵不适合你。骗人！你分明不想让我成亲。尚书家千金长得容貌倾城，荣将军千金英姿飒爽，御史家千金性子温柔贤惠，一个个都是京城难得的良配。你为阻扰我婚事，你派人偷袭人家媒婆，短短3个月，全京城的媒婆都被你祸害一个遍。现在媒婆一听说陆家要说媒，跑的都跟长了翅膀一样。殿下，是您要戒色3年，应该不会要我陪你戒色3年吧？女色无事儿，你年纪尚轻，应该将心思放在正事上，多为百姓谋福利。又借用他名头做什么？陆定坤心生警觉。殿下，咱们要攻打凤鸣国吗？打打杀杀的，劳民伤财。二表哥，望龙河重建的事情，本王需要亲自走一趟。阻挠他婚事，还拉他去青阳城那种穷乡僻壤去监督重修望龙河，他怎么摊上这么个表弟呢？好想打人啊！殿下，我是武官，你让武官去监督修望龙河合适吗？二表哥，你负责本王安全，好事多磨，你再等等，等熬过这3年，你想娶谁就娶谁。真要等3年？殿下，再等3年，人家天行的孩子都会喊爹了。本王把虎啸国进贡的雷霆剑赏您。雷霆剑赏我？殿下，您这次监督修缮望龙河之行，属下定会寸步不离，绝不让歹人靠近您半分。寸步不离都不必。那你的婚事？殿下都没成亲，属下对殿下忠心耿耿，怎么好抢在殿下前头成亲呢？殿下，属下陪您戒色3年。姬慎眼底的笑意很浓，这个时候筹备，他应该能赶上林立夏的吉吉礼吧。子伯哥，这样的话，你在我面前说说就罢，日后切莫再提起。林姑娘那不是骆子素能惦记的。子伯哥，我会看着骆子素，不让他惹祸。无痕，帮我带一封信给他。那太好了，有子伯哥写信约束他，我也能省劲不少。
刚到家门口，就看见一个身形娇弱的女子拉着陆家门卫哭哭啼啼，听着好生可怜啊。陆二公子，这位林姑娘自称是您的救命恩人，闹着非要见您。林姑娘，林家村林姑娘。你是陆定坤？林小雪是满眼的震惊，眼前的人是陆家二公子陆定坤，那陆家帮立夏烧火的人又是谁？他整个人瘫软在地上。自从龚行泰被外派至南西城做县令，他留在龚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上个月他九死一生的生下一对龙凤胎，男孩刚生下来就被薛金丸给抱走，给他留下一个羸弱的女婴，他自己连饭都吃不饱，奶水也不足以喂养女婴。他去哀求公母，公母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还活着，剩下的他怎么被搓磨都一概不管。他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想法子逃出了龚家，求助到陆家，希望陆定坤能接济他一二，或者帮他给娘家人送个信。可眼前的陆定坤不是林家救助的那一个呀，他又该去求谁呢？陆二公子，有人冒充您的身份，欠下我们林家救命之恩。闭嘴！来人呐，备个软轿，将他送到瑞亲王府。瑞亲王府？林小雪震惊地瞪大双眸，难道真的被大人说对了？当初在林家抢着给立夏烧火的人，竟是龙鳞国最尊贵的瑞亲王，这怎么可能呢？堂堂的瑞亲王怎么会让立夏当做长工一样使唤？又是默书，又是写画本子，这个世界是疯了吧？他错过了什么？这轿子外真正的陆定坤一脸嫌弃又一脸恭敬，护送他朝瑞亲王府走，他心中悔得肠子都快青了。当初他若听林立夏的话，主动攀附的是瑞亲王，他生下的孩子就是皇家血脉呀。行差一步毁一生。林小雪想得正入神，软轿抬到瑞亲王门口停下，刚站稳身子，就看见云无痕迎面走来，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看他。无痕，要不要比一比啊？陆定坤一脸炫耀的模样，走到云无痕跟前。陆定坤，这不是虎啸国进贡给殿下的雷霆剑，怎么会在你手中？不给你摸，除非你能打赢我。你看我傻吗？不比就不比。无痕，林家姑娘我送到这儿，剩下你给殿下送进去，领赏算你的。林家姑娘？陆定坤，你不想活了吧？你竟敢把这个脏东西弄到殿下的王府？脏东西不是殿下的救命恩人，不是他。拉扯之间，两个人打了起来。几个回合，云无痕便败在了雷霆剑下。你来做什么？严将军，我在龚家活不下去了，求你看在林家救过你主子的份上。林家救过主子，与你何干？你还不知道，你并非是林家的血脉。你胡说！我跟你解释这个做什么？将这个脏东西丢出京城。我不，我要见瑞亲王。堵上嘴，丢出去。两个随从对视一眼，一人脱下一只袜子，手脚麻利地塞到了林小雪的嘴里。动作快点，别惊扰殿下。另外，你们记住这张脸，只要他出现在王府附近，速速给我丢出京城。遵命。林小雪，管好你的嘴，若敢在外面胡言乱语，乱棍打死，丢到乱葬岗。眼前这个冷酷无情、发号施令的云无痕，是那个在林家劈柴挑水的人吗？老天爷呀，他错过了什么？记住没？带走。随从便骑着马，提着林小雪，好似提着鸡仔一样，纵马朝城外的方向跑去。无痕，快跟我说说林姑娘。想听啊？那你把这雷霆剑借我。想得美。陆定宽，你不怕下次再犯忌讳？无痕，让殿下惦记的林家姑娘，是不是此刻就在青阳城啊？是啊，殿下自己想尽法子去见他心爱的姑娘，却处处阻挠我成亲，所以雷霆剑是补偿，真惨呐！殿下，方才有位林姑娘来寻你，云无痕直接让人将姑娘给丢出京城外。哎呦，那个自称是您救命恩人的姑娘，哭得真惨呐！殿下，是哭唧唧的林小雪。殿下，要不是属下来得及时，陆定坤就将人送进您府中了。殿下，属下不知这个林姑娘不是您惦记的林姑娘啊。她知晓本王的身份。殿下，属下已经警告过她，她应该不敢乱说话。这谁知道呀？云无痕，我看呀，你是近来被女色所累，武功退步了，考虑事情也不周全了。他返京后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何来被女色所累？殿下明鉴，属下对您忠心耿耿，心中只有您的安危及国事，绝无贪恋女色。殿下，他说的话不能信，除非呀也能让他戒色3年。好啊，果真是在报复他。殿下明鉴，自从知晓您命中有一劫，属下就决定与您一同戒色3年。无痕忠心可见。无痕，派人去盯着林小雪，她敢乱说话，杀无赦。遵命。这下你满意了？满意。主子，属下邀请10个全服老人，合绣一个全服屏风，很适合林姑娘的吉吉礼。无痕，你这次差事办得不错，想要什么去本王司库选。走水了，隔壁的小院走水了，快起来救火！
着火了，快起来救火呀！爹，哪儿着火了？爹，这好端端的，隔壁怎么会着火呢？不知道啊，我起夜发现不对，就赶紧喊了。谁烧了陆吉慎的小院？紫苏哥哥，着火了！哪儿着火了？陆吉慎的小院着火了。紫苏哥哥，你快穿上衣服，你熟悉隔壁布局，这次救火就靠你指挥了。妹妹，哥哥没有指挥过救火呀。咱们先想法子把隔壁的大门撞开。妹妹，现在燃烧的位置是柴房，看这么大的火势，应该控制不住了。妹妹，让它烧吧，等烧干净了，没有东西再烧，火势自然就熄灭了。若是风向变了呢？那就会连邻家一起烧了，赶紧救火！陆鼎坤的房子随便烧，万不可波及到妹妹家的房子。紫苏哥哥，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的进入隔壁？地窖，我舅母说这两套小院的地窖是连在一起的。对，2套小院地窖确实连在一起。